双人木屋求生游戏开启，每2个人都会被困在随机星球单独的木屋内，星球上存在各种诡异生物和未知危险，只有不断升级木屋才能继续存活。队友则是会根据缘分随机匹配。此时我看着一丝不挂的女人有些迷糊，靠近一看，竟是我那校花学妹苏米尔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景色，该白的地方白，该粉的地方粉。不过此时的我没有丝毫欲望，毕竟睡觉前我刚扯了纸巾。学妹，醒醒！眼看没有反应，我就要开始人工呼吸。这时苏米尔终于睁开眼，你干什么？色狼啊！我见状连忙解释，学妹，我是方寒，还记得你刚入学的时候我帮你提行李箱。闻言苏米尔这才放下心来，学长真是你，可这里是哪里？我把所知的游戏信息同步一下，在系统的作用下，苏米尔对这一切接受得很快。游戏界面是一个微缩的投影，不仅可以用手去点，也可以靠思想控制。聊天频道则是细致划分，打开全球聊天频道，大多数都是玩家们的吐槽。卧槽，我这木屋还漏风，你这算啥？我这居然有恐龙，你们这都是小意思，你们敢信老子队友是我语文老师？我真服了破系统，给我发个300斤的女胖子，这一屁股下去，老子隔夜饭都能压出来。这时苏米尔才反应过来，毕竟还是第一次和男生共处一室，并且2人都是连衣服都没有。这时苏米尔问道，学长，你有没有出去看看我们在哪里？没有，不过现在也不冷不热，我想应该不是太糟糕的地方。苏米尔透过窗外看着有些昏暗的天空，要不咱们出去看看？我点点头，不过天快黑了，看一眼就回来吧。吱呀一声，木门被推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。此时我们2人同时叫了起来，完了，没吃的就算了，偏偏还饿。但这时我却见到一个箱子。苏米尔见状连忙查看混沌星生存法，如果你侥幸找到了资源箱，恭喜你增加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星球上存在各种纪元地狱，每个地狱拥有不同的生物，他们会吃掉你，或者你也可以捕捉他们。学长快去看看，是资源箱。我们一溜烟跑过去，2人迅速把箱子抬回木屋，箱子上面有一颗星星的标志。苏米尔查看一番了解，这是一星资源箱，星级越高开出的东西越好。我直接打开箱子，是2块生牛排，虽然这箱子看起来破破烂烂，但是这肉居然是新鲜的。苏米尔看着带血的牛排也是不免眉头微皱，吃的倒是有了，可生的怎么吃？我巡视一周，看向那残破的桌椅，这样我们把那木椅子拆了，用煤油灯点火，简单的烧烤一下怎么样？可是这样不会把房子点了吗？没事儿，我有办法。我推开门开始拔草，每次拔起来都能带上来一堆的泥土均匀的撒在地板上，这样生火就不会将木板点燃了。学长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。很快木屋内升起烤排的香味，但就在此时，2只狼闻着味跑了过来，嗷的一声让我们也是吓了一跳。别怕，他们进不来。我自信打开游戏界面，翻开混沌星生存法，从现在开始你们有8天的新手保护期，木屋无法被任何外来生物破坏，当然你们自己可以破坏。看到这里苏米尔也是大松一口气，我拿起半块烤熟的肉排递给苏米尔，先吃吧，吃完了睡觉。苏米尔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着肉，而我直接几大口就炫完了。这时苏米尔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，学长你有水吗？我有点渴。这时我想起了系统的交易功能，每个队伍每天有3次交易机会，而换取资源只有次数限制，并没有单一上限，所以说必须利用好。我在交易市场搜索起有关淡水的交易，随便找到了一个卖家。兄弟，淡水怎么换？你有什么好东西能跟我换？肉。淡水哥看到肉字很是激动，他所处的位置是一片荒地，只有一个冒着泉水的清澈水潭。大哥你居然有肉，虽然但是我只能分你一小块。淡水哥提出10升水换1斤肉。兄弟，你那边的淡水应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吧？可我这肉则是很珍贵，吃一块少一块，不如劳烦你多费些功夫给我弄个25升水怎么样？我可以分你1斤的牛排，不过是生的得自己烤制。如果后面还有合作的话，我也可以优先跟你合作。对方一听，原本觉得有些不合理，但仔细想想，他这边淡水根本用不完，4舍5入等于白嫖1块肉，毕竟相当于用取之不尽的水资源换取消耗品的肉。交易达成，双方将物品放到交易栏，确认无误由系统进行交换，所以不存在被对方坑的情况。兄弟要是有肉记得再找我换。我看着储物栏的25升水有些发呆，偌大的房间愣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装水的容器，最终只能把抽屉抽出来，用1升水冲洗一下，装了2升水进去，勉强能喝。我看了看系统的泉水介绍，未被污染的山泉水无毒无害，可直接饮用。我喝了几口后递给苏米尔，先凑合一下吧，明天天亮再出去找找看。苏米尔也不矫情，喝完后礼貌说了声谢谢。别客气，先休息吧，那几只狼他们进不来。说完我就准备原地睡下，我并不打算跟苏米尔一起睡床。看着眼前的少女，说没有想法那肯定不可能，只是任谁来到这鬼地方，第一反应绝不是干羞羞的事，未知星球、未知怪物以及明天能不能活下去，这才是我该思考的东西。苏米尔看着我躺在地上，他也是松了口气，若是对方强来，自己根本不可能反抗。随后他往靠墙的位置挪了挪，脸红道，学长，地上不干净，过来挤一挤吧。有这种好事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就这样，2人以一种奇妙的姿势躺在一张床上，苏米尔脸色持续涨红，而我这个正人君子则是在想明天外面的狼怎么办。第2天醒来，我发现2头狼并未走远，怎么办？学长别急，我透过门缝发现狼的体型很瘦小，况且这2只狼似乎饿了些许时日，我有信心对付一头。这样你先起来帮个忙。苏米尔一见到我脸就不自觉地转了过去。男生早上难免会出现生理状况，我意识到这一尴尬情况，连忙拍了拍自己让自己清醒，冷静冷静，现在应该考虑怎么活下去，不能犯糊涂。随后我拿起一块碎玻璃递给苏米尔，帮我把这个草席划开，大概跟我小臂一样的宽度就行。苏米尔连忙起身红着脸去割草席，割好后我将草席绕着手臂做成护臂，一会儿我丢个树枝出去，然后你开门，只要进来1只狼你就立马关门，记住进来1只就立马关门，2只的话我没信心对付。苏米尔深吸口气点了点头，做足了心理建设开始行动。我丢出树枝，哐当一声，2只狼立马跑了过去。苏米尔一把拉开大门，2只狼先后朝着大门跑来，而我早已做好准备，1只狼先进来后，苏米尔立马关门，可不料怎么也关不上，因为另1只狼将门给卡住了。苏米尔一惊，他深知不能将第2只放进来，于是他尖叫并用死死抵住大门，卡
卡住的狼不断嚎叫挣扎，一时间动弹不得。苏米尔焦急大喊：“学长快，我要坚持不住了！”此时狼死死咬住我胳膊护臂，我见机向前一个俯冲，用自己的体重将狼压倒在地，强有力的胳膊死死压住狼脖子，另一只手抄起碎玻璃就捅，地板瞬间被染成红色，狼很快濒死过去。我随即立马转过身，将那卡在门缝的狼脑袋用胳膊抵住，再次抄起玻璃将狼击杀。整个过程几乎不到1分钟，我累得大喘着粗气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空灵的声音响起：“恭喜您是全球前1000万名击杀凶猛野兽的人类，你将抽取独有天赋，检测到您是双杀，并且是全球唯一一队在3分钟内完成双杀，所以您跟你的搭档各获得一个天赋。天赋啊！我听到瞬间不累了。天赋一鉴宝专家，你的地图中每天会自动标记2个资源箱的位置，并且你的鉴定功能会变成高级鉴定，能鉴别一些事物的额外特性。天赋2夺命猎手，当你在战斗时，你会进入狂热状态，你的反应会提高3倍，并且你的肾上腺素会飙升，对手的弱点会出现在你的眼中，使用太久会让你感到疲劳甚至昏睡，休息即可恢复。请分配你们的天赋。我心中一喜，我要天赋2。苏米尔也是开心道：“那我就鉴宝。”根据刚刚的提示，2人得知，目前即便是那前1000万名，他们的天赋也仅仅一个小队有一个。学长，这些尸体怎么弄？我将2具狼抬到桌上，随后递给苏米尔一块碎玻璃，这可全是肉啊，至少后面几天咱们不会饿死。苏米尔也是村里长大的，过年杀猪啥的见过不少，因此也大胆的分解起来。所有狼肉分解后放进了储物篮，储物篮有10个格子，每一个格子都能放100单位的东西，并且不会过期，这还不错。分解完了，我们出去找箱子。苏米尔微微一笑：“好的，学长，这狼也太瘦了。”分解下来2只狼也才40斤可食用部分。第1000万名的天赋已经分配完成，其余人获得低级天赋。混沌星求生之旅将正式开始。3天后，你们将面对的是饥荒，草本植物、果树都将会颗粒无收，但并不影响野生动物的存活。饥荒持续60天，若是不想被饿死，就快去寻找食物吧。2人一愣，手中的动作也停顿不少。学长，3天时间我们得囤好60天的物资，并且7天后庇护所将不再受到保护。别急，咱们俩的天赋配合好，活下去应该问题不大。咱们这2天可以多弄点吃的，后面找人家换取资源。毕竟100亿人分布在星球不同的地方，总有不同的食物交换。我打开混沌星生存法，木屋灵星，目前无法抵御猛兽的进攻，升级条件木头100。正当我思考该怎么砍树的时候，一道机械音响起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已经为您发放了基础石质工具。翻看四周，在床底下发现2把石斧、石镐以及石铲。石斧可以用来砍树，石镐可以用来挖掘石头类资源，铲用来翻地挖土。苏米尔也是有些疑惑。翻开混沌星生存法，当你将树木拖到木屋旁边，树木会自行分解成小块。升级木屋可以帮你抵御野兽，以及解锁新功能供你使用，并且木屋的面积也会增加，这倒还不错。把树砍下来自动分解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找箱子。苏米尔当即打开地图，目前处于肥沃的青青草原，居住着一群不同寻常的家伙。2个标记是资源箱的位置，黑色区域为没有探索的地方。先去离我们近的那个吧，正好是在草原上。2人四处观望一下后，方寒拿着块碎玻璃就跟苏米尔出了门。箱子的位置大概是在前面1000米左右的草原上。学长啥时候能有衣服穿啊？苏米尔难为情地问道。我也是暂时移开目光，不知道啊，反正该说不说都已经看光了，也无所谓了。苏米尔顿时小脸一红，虽然但是话糙理不糙。我见状继续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先活下去，我可没有失去理智，不会强迫你干啥的。当然我会保护你。说实话，我自然滋生过某些邪恶的想法，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。第一呢，苏米尔是搭档，2人要一直生活在一起，在一起早晚的事。第二呢，就是如果真强来，万一苏米尔指不定啥时候坑他一把。”苏米尔听完心中也是略微感激，甚至有一丝丝的崇拜起方寒来。他承认方寒不仅品行不错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对于好色，男的不好色那还是男的吗？苏米尔想到什么开口道：“学。”话还未说完，苏米尔整个人掉进了一个坑中，他双手强撑着洞口，避免继续下坠。方寒也是立马跑过去拽住苏米尔：“快，我拉你上来！”苏米尔使劲往外爬，可就在此时，一个冰凉刺骨的手抓住了他的脚踝。学长救命啊！有怪物抓我的腿！我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，2只手环抱住苏米尔往上拽，可那怪物力气很大，一时间居然拽不上来。学长，呜，我不想死。苏米尔的娇躯在一点点往下滑，我的力气不够，这样下去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对了，学妹，把水放出来。苏米尔颤抖着打开界面，用大脑思想控制，将剩余的20多升水一股脑全倒了出来。大水顺着苏米尔的身体倾泻进入洞中，让那怪物一脸懵，而苏米尔的身体变得湿滑起来，那冰凉的爪子突然一滑，苏米尔立马被我拽了出来。我去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奴仆及地穴人，阴暗爬行的类人怪物，旧日的奴仆，他们害怕阳光，渴望鲜血。苏米尔紧紧抱着我的胳膊不肯撒手。学长，吓死我了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没事了，以后我们小心点就行了。想不到这草原居然这么凶险，不仅有狼，还有地穴人。接下来2人只能放慢速度。不多时，2人来到了箱子的位置，是个2星的资源箱，希望能开出来有用的东西。我直接打开资源箱，只见资源箱里存放着一张图纸，尼泊尔弯刀图纸1，锋利的武器，轻盈且耐用，注：放入武器库中来解锁该科技。还行，是武器图纸，不过咱们目前无法制造，或许木屋升级后可以吧。下一个资源箱在哪里？苏米尔打开地图查看，在左边大概500米的树林里。我用草席将那玻璃碎片缠绕，做成简易的刀柄。苏米尔也拿着一把。我们先把2个箱子给开了，然后就去砍树，到时候升级木屋来解锁更多的黑科技。快看学长，那里是不是果？我顺着苏米尔手指着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处的藤蔓上几颗果紫红色的果。我打开游戏界面进行鉴定，血果，吃完以后会穿肠烂肚，七窍流血。我勒个豆啊，这么狠的果子，不能吃不能吃。苏米尔也是略微有些泄气，不过我还是顺手摘了几枚果子放进了储物篮。不能吃还不能用吗？刚走到附近，只见那资源箱旁边居然躺着一只豹子，似乎把箱子当枕头了。2人立马躲起来。怎么办，学长？
别怕，我刚好试试天赋。按照系统的介绍，肾上腺飙升还能看破对方弱点。那肾上腺素飙升到底有多牛呢？这么说吧，肾上腺飙升后，阎王让你3更死，他能留你到5更，甚至能让你扇阎王一巴掌再回来。我握紧玻璃刀，天赋夺命猎手发动，瞬间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我快步冲上去。黑豹也是被瞬间惊醒，一跃而上，朝着我扑过来。飞跃的高度已经跟方寒的身高齐平，黑豹很壮硕。就在这时候，在天赋的作用下，一颗跳动的心脏出现在我的视野，这正是黑豹的弱点。我一个滑跪从黑豹身下溜过去，随后立马转身，猛地朝黑豹心脏扎下去。而黑豹此时还没落地，这仅仅发生在一瞬间，扑通一声，黑豹倒下。我立马退出天赋状态，松了口气。你把尸体先分解一下，我去开箱子。苏米尔快步拿着玻璃刀上前，我打开资源箱，又是一个2星的资源箱。砂锅制造图纸1，将其放入厨房中，可以解锁该生活用具的制造。这下倒是可以炖肉了，只不过还是没有厨房和调料，只能尽快升级木屋了。我将黑豹剩余尸体扛在肩膀上，很快2人把黑豹带回木屋，再次回到森林。学长，挑一棵小一点的吧，不然砍了也拖不动。确实啊，若是砍了拖不回去，那相当于白砍。当即2人找了一棵5米高的树砍了起来，酷就是一顿砍。很快吱呀一声，树被砍倒。2人随后将树木拖到木屋旁边，树木很快就被分解成木头，获得木头5。我去，这一棵5米的树居然才价值5单位木头。没事，学长，咱们慢慢砍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用了1小时砍1棵，还有6个小时，留1个小时容错，再砍5棵。2人光着身子酷就是砍，而苏米尔也丝毫不赖，直接猛砍起来。只是那胸前的2朵花花让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身体。苏米尔停下歇息，不经意看向我，吓得立马捂住双眼啊！学长，你这是又怎么了？我转过头，战术性喝水。不好意思，学妹，主要你这样确实让我有点难受。苏米尔闻言也是立马用手臂遮住，他觉得要是再不想办法遮挡一下，万一真控制不住了咋整？苏米尔只能找了几片大一点的树叶，随后用细藤简易的编制一套衣服。我看到瞬间绷不住了，扶着树干也是笑了起来。苏米尔脸色一红，哎呀，别笑我了，学长，先砍树吧。我很快就成功转移注意力，目前还是抓紧砍树，把木屋升级到1级最重要。反正苏米尔迟早是我。酷一顿猛砍。临近夜晚，2人今天一共砍伐了30单位的木头，距离升级木屋还差70单位。先休息吧，天要黑了，外面危险。苏米尔也是点头，还有那豹子还得肢解，一会儿我去肢解就行。学长，你负责做饭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正好试试这豹子肉，就是没调料，不然可不得香迷糊。苏米尔开始一点点分割爆肉，而我则是像昨天一样生火做饭。随后联系昨天那名玩家换点山泉水，对方有些疑惑，哥们你们水桶啊，喝这么快？就当是吧，老样子，1斤肉换25升水。对方也是不再多问，行吧，不过得等我出去灌一下。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，泉水哥回了话，我去，吓死我了兄弟，碰到怪物了。开始还以为是人呢，离近了吓我一跳，从洞里面钻出来的，那不就是今天遇见的地穴人吗？看清长啥样了吗？泉水哥跟人差不多，绿色的眼睛，不过是4脚着地爬着走，这大半夜的给我尿都快吓出来了。我还寻思着是不是碰见人了，喊了一嗓子，现在正在门外疯狂挠我们呢。我乐个乖乖，辛苦，那个我给你肉。不多时，山泉哥收到1斤5两的肉，兄弟怎么多了5两？你这出去一趟差点小命不保，多个5两也还好，就这样吧。山泉哥很是激动，谢谢，兄弟有心了，我也是有所考量的。目前市面上大多都是河水，需要烧开了喝，山泉哥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。目前2人根本就没有找到水源，所以跟山泉哥适当的打好关系总没错。希望这家伙能活得久一点吧，不然还真不好找人弄淡水。苏米尔当即附和，学长要不明天多要一点吧，万一他哪天嘎了岂不是换不到了？行，明天联系他。很快2人吃完休息，目前木头的采集方式跟速度已经摸清楚，后面2天先去杀野兽，囤积好肉类，也不知道饥荒到了以后还有没有野兽。另外在保护期还剩4天的时候，我们去砍树，留出1天容错来。苏米尔率先躺下，我也紧挨着躺下，依旧跟苏米尔贴得很近。苏米尔不好意思地询问起来，学长怎么贴我那么近嘛？没啥，就是想挨你近一点，放心，我就挨着不做啥。苏米尔听到脸色发红，这话你是不是对很多女孩子都说过？你们男孩子可坏了，什么我就抱着什么也不做，又或者什么我就隔着衣服绝对不伸进去，还有更过分的什么我就蹭不进去。我是既尴尬又惊讶，你别说，还真的都对上了。听完苏米尔的话，我有些心虚，你小姐妹说的都是渣男，不像我是个好男人。学长没有骗我，真的比真金还真。那行，我相信你。不多时，2人已经呼大睡起来。凌晨一股冷风透过窗户吹进来，我也是被成功冻醒，翻来覆去半天没睡着，索性直接打开聊天频道，花园小区聊天频道。我去，我队友大半夜给我赶出来了，为啥赶你出来？赶你出来你就出来，你这也太没面子。不是啊，我睡着被冻醒，醒来发现在外面，他现在不给我开门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，你先别急。我直接艾特那人说道，你是不是强迫人家了？那人心虚没再说话，而下一刻焦急发了个语音，救命啊，有怪物朝我爬过来了。我一听就知道是地穴人，兄弟别急，那玩意不可怕，顶多就是把你吃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并未同情，没有衣服再加上男女共处一室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遭点报应也是应该的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苏米尔已经吃饱喝足，站在了门口。走吧，今天白天有9个小时，咱们去草原上转去，看看有没有食草动物。苏米尔也是点头，出发吧学长。2人打扮成原始人的样子出发草原，2人很是小心，一边走一边用长一点的木棍不断敲打地面，避免掉进洞里。学长，这2天弄点肉得换一点盐了，再不吃盐就该发晕了。那晚上我们问问看，继续往前走去。
苏米尔发现地面上的草有被啃食过的痕迹。学长，你看这些草被什么啃了？我蹲下查看，一些牛羊味扑鼻而来。走，我们找找看。由于草原上有很多地方都被啃得光秃秃的，所以一些洞口也暴露无遗，这也加快了二人赶路的进程。在翻过一个小山包后，看见一群野牛，大概10几只，还有几只小牛犊。学长怎么弄？直接上马！我连忙按住跃跃欲试的苏米尔。这傻孩子，你看啊，这草原是不是有很多地穴人的洞？苏米尔眨着个大眼睛，点点头。那你想想看，这群野牛能活到这么大的块头，你觉得你这样冲过去能抓得到吗？或者说你即便抓到了，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话，总不能直接骑着它生啃吧？苏米尔也是觉得很有道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做陷阱。学妹，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，咱们就做陷阱，说干就干。学长，这真的有用吗？不知道啊，看运气吧。我们现在啥也没有，想要抓牛太难了。但是只要挖个大坑，到时候他们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跑不掉了。只要捉到一头牛，足够我们吃好久好久了，哪怕耽误大半天也没事儿。二人拿着铲奋力挖掘，我打算先挖个坑，然后绕到牛群后方驱赶。牛一般会往自己熟悉的地方跑，而这边很多的牛蹄印，野牛大概率会往这边跑才对。只要到时候有一只野牛不小心陷进大坑之中，那二人就发达了。忙碌了大半天，苏米尔也是瘫软的坐在草地上，腰酸背痛的，蹲着挖好累啊，歇一会吧。学妹，想不想躺在木屋啥也不干？想不想实现肉类自由？想不想活下去？想。好，那赶紧挖。苏米尔也是跳下坑内继续挖掘。今天虽然显示了2个箱子的具体位置，不过二人觉得太远了。如果箱子不能提供大量的食物，暂时可以不去摸箱子，毕竟箱子只要标记后面几天再去摸也不会消失的。攒一起摸也可以。时间过得好快，白天还有3小时了。我看着深坑觉得差不多了，走吧，我们去驱赶野牛。二人刚翻过小山包，就看见一群野牛正朝这边走过来。苏米尔很是欣喜，学长，来了，不用赶了。看见了，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，可别把他们惊走了。二人找了一处大石头躲了起来，原本的大坑也被树枝和草盖了起来。我祈祷用学妹1天寿命换一头牛掉进去。苏米尔掐了一下我的胳膊，学长，我的命有那么不值钱吗？哎呀，1天而已，吃了牛你起码多活2天，还能多赚1天呢。来了，快看着，远处300多米处，一群野牛正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越来越近才发现野牛很大，大概1吨重是有。二人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，若是没成功，今天肯定血亏。不多时，牛群朝着那坑洞走了过去，第一只从旁边走，没有踩到，第二只也是如此。不是吧，他们运气这么好吗？别急，后面还有机会。有一只膘肥体壮的野牛开始朝着坑洞走去，而且方向对得很准。二人屏住呼吸，坑洞大小或许不能完全将它困住，只要它掉进去，我们就冲出去扒了它。不出意外，下一刻扑通一声，野牛掉了进去，它头朝下，大半个身体栽了进去。我快速冲上去，手中牢牢抓住玻璃刀，好机会，就是现在！苏米尔一边冲一边喊，把其他野牛给驱赶开来。而掉进坑中的野牛由于是头朝下，一时半会根本起不来。我直接发动自身天赋进入狂热状态，野牛的心脏以及动脉清晰出现在眼前。我看准位置，使出全身力气将玻璃砸进牛脉，想要活命的野牛爆发出强悍的力量。下一刻，野牛猛然从坑中弹了起来，朝着远处森林狂奔过去。学长不好了！我见状一把拉上苏米尔，紧随其后。那家伙跑不了多远，过了10来秒，野牛速度越来越慢，哞的一声，野牛应声摔倒在地。此刻距离天黑还有2个小时，时间不多了，随便切割一下吧。由于这头野牛大概800斤左右，物品栏一个格子只能放100斤，只能将这些肉暂时分成8份。玻璃刀效率太低，我拿出10斧猛剁，苏米尔立马起身闪开。他已经切割了一个牛蹄，我直接开天赋，狂热状态下10斧虽然破旧，但是猛劈砍下去，比玻璃刀快的不止一点。一斧头接着一斧头，牛头整个剁了下来。学妹我不吃，看看你怎么处理吧。苏米尔收进物品栏，我也不吃，不过可以拿去换点物资，哈哈哈。没想到学妹那么漂亮，还挺会持家。很快白天剩余1小时，我也将最后一块肉分解好放进储物栏中。800斤的肉，最终二人带了600斤，肠子什么的二人没要，其余哪怕不吃也可以换东西。600斤怎么这也够了？目前还有狼肉、豹子肉，加起来800斤肯定有。1天哪怕吃10斤也是够吃60天的。挖了1天的坑，宰了大半天的牛，随后还一路长跑回家。此时2人是真的不想动弹，我靠在门上，脑袋躺在苏米尔肩膀上，苏米尔同样如此。二人就这样睡去。半夜时分，我依旧被冻醒，扭头一看，苏米尔依旧睡得正香。我将苏米尔一把抱起来放到床上，这丫头睡眠质量还真高。我随后拿出5单位的木头生起了火，接着顺势躺在火堆旁边，这样能稍微暖和不少。早上醒来一睁开眼就看到提示，苏米尔睡眼惺忪的起身，他环顾四周也是疑惑起来。学长，我怎么睡床上了？你把我抱上来的？没有，不是我把你抱上去的，是搬上去的。苏米尔略微疑惑，因为你肉肉的得搬。好哇，学长，你居然说我胖，哈哈哈，不闹了。我们算上今天也就2天了，咱们得活下去才行。学长，今天我们要去摸箱子吗？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箱子的位置，就有1个比较近，另外3个差不多要走大半天。方寒略微思考起来，目前肉的话够吃了，但是光吃肉也是不行的，而且是没有任何调料的肉。目前有充足的时间去找调料或者蔬菜，倒不如去找找看学妹那个箱子位置在哪里。苏米尔指向不远处的森林，那我们先去摸箱子，顺带找找有没有辣椒什么的。学长，那盐怎么弄？找人换海水，咱们自己提炼吗？我觉得可以。方寒拉着苏米尔，二人小心地穿梭在森林中，抬眼望去，一整片的森林，还有很多长得比人高的草。学长，这个星球好奇怪啊，这些植物我们从来没见过，小心点吧，尽量别碰那些鲜艳的东西，一般颜色鲜艳的东西都很危险。前面200米就是宝箱了，看来就在这些高大的草丛之中。不多时，一个3星宝箱出现在二人眼中。太好了，学长，这下一定能开出好东西。我毫不犹豫当场打开，获得鸟兽诱捕饲料2颗。光是看到字样我就明白了这东西的用处。别看就只能捕捉鸟兽，但是能驯服的话就不得了了。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，有视野是多么的重要。学长，我们先离开吧，待在这儿总感觉不安全。箱子就不要了吧，放不进储
储物篮要抬走很麻烦。二人快速离开这里，前脚刚走那地方就出现一只螳螂。在出林子的路上，苏米尔注意到一株红色的植物，并且长得有点像辣椒。学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火红辣椒，重辣口味的茄科植物，可以用来炖汤，居然是调料，太棒了！再也不用吃清汤寡水。我将它连根挖起，找找看周围还有没有，应该不会就这一株。鲜艳的红色在周围找起来很快，最终找到了8株火红辣椒。二人先是回到木屋，将辣椒采集下来放进储物篮，植株种在房子周围。栽种完成，白天还剩6个小时，我决定试试饲料。苏米尔开启鉴定，鸟兽诱捕饲料可以吸引鸟兽来吃，吃完后会进入陶醉状态，届时需要将其抓住，可以进行收服。打开混沌新生存法，攻击野兽，在其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您可以用项圈收服。越是强大的生物，收服难度越大。当然，若是你从小圈养，不需要项圈也能收服野兽。越是弱小的生物，收服难度越小，甚至不用项圈也能让其臣服于你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特殊办法让强大生物顺从于你，那也是你的本事。注意，只要收服它们，都会绝对忠诚对你。学长，如果是鸟类的话，说不定很弱，不用项圈也能收服，或许可以试试。也对，反正有2颗饲料，我们试试看。方寒将饲料撒在木屋外面的一小块石头上面，随后二人躲进屋内等待起来。学长，真的会有鸟过来吗？碰碰运气吧，反正咱们现在肉够了，倒是有这个时间等待。就在二人等了1个多小时之后，2只麻雀飞了过来，随后开始吃那2颗饲料。这饲料对于它们似乎有很强大的诱惑力，一时间当场啃了起来，就好像喝醉了一般。不多时，2只麻雀开始发晕，我立即冲出去抓住了2只麻雀。苏米尔一脸激动地看着2只小鸟，鉴定混沌星小麻雀，它们吃肉以及各种谷物，可以充当你的哨兵，帮你查探周围，能听懂简单的指令，还真不错。这样我们不管找什么东西都要快上不少，而且还能警惕周围存在的危险。不过学长，我们该怎么收服？苏米尔问道。等他们醒了，喂点肉看看吧。很快，小麻雀醒来，当发现自己被抓后，立刻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。学妹快，我抓着你来喂。当苏米尔拿着那一丝丝的肉条喂到小麻雀跟前后，小麻雀顿了顿，随后啄起面前的肉条来。吃完，麻雀好像是冷静下来，好奇打量着二人。我现在一放手不会跑了吧？就在二人疑惑的时候，一道空灵的机械音响起，收服成功，恭喜你收服混沌小麻雀。我试探性的放开手，2只小麻雀立马飞向天空。正当我想要去抓的时候，2只小麻雀随后落到二人肩膀上。苏米尔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，学长真的收服了耶，咱们给他俩取个名字吧，那就叫初一初二怎么样？我倒是觉得没问题，不过为何这么取？苏米尔摸了摸小麻雀的脑袋，因为好记，而且它们小小的，如果以后能够捕捉到更加凶猛的野兽，就叫他们大1大2怎么样？方寒自然不会扫了苏米尔的兴致，当即点头，想法挺不错的，都听你的。苏米尔也很是高兴。苏米尔将小麻雀带进了房子中，去吧，随便找个地方玩，要是上厕所记得去外面聊。小麻雀点点头，很是人性化。哇塞，学长，他们居然听得懂哎！白天剩余时间2小时，看着所剩不多的时间，我们再去砍1棵树好了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二人来到林中，挑选了1棵小一点的树木，二人当即砍了起来。等拖到家园后，树木本体被分解成木头6，接着二人一路小跑，把树枝都捡回去当做柴火。今天就这样了吧，明天就是饥荒来临的最后一天了。关好门后，二人开始生火。由于此时都穿着纯手工打造的叶子衣服，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毕竟看一眼表示尊重，一直看表示一直尊重。此时的苏米尔若隐若现的身材更有吸引力了，穿搭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苏米尔给牛排翻着面，学长换点盐吧，看看有没有人卖。我当即打开聊天搜索起来，我点开了有盐的人询问起来，盐还有吗？我拿东西换。不多时，卖盐哥回复了，拿什么换？方寒直接回复了2个字，牛肉。对方一看立即激动起来，卖盐哥是在海边，这里没啥肉，鱼的话没有工具也不好捉。兄弟，你有牛肉，我这有1斤盐，你看怎么换吧？不过这1斤盐是晒出来的，另外还有半斤盐是蒸馏过的，相对干净，你看需要哪种吧？苏米尔也是有几分惊讶的，学长，这家伙看来还是有一些本事，晒出来的盐杂质多，而且吃多了会有危害，但是蒸馏出来的就好很多了，换咱们就换好了，吃的健康，半斤蒸馏过的我全要了，另外贝壳给我找一些，最好是大一点可以做过的。对方一看方寒如此大开口，也是问道，这盐我提炼可是相当不容易，你拿什么换？一整个牛头够不够？牛舌牛耳朵我都没割。对方女伴一看方寒这么大，当即扯着卖盐哥的胳膊跟他换，天天捡一些贝壳吃，吃的我都要吐。卖盐哥也是立马回复，兄弟爽快，那就换。对了，那啥，你再给我搞个50升的海水没问题吧？卖盐哥也是一愣，他知道对方这是想自己提炼盐呢，当即否决。那样的话自己以后不就没啥交易价值了吗？不行，我也不惯着，你不换我找别人换，又不是只有你出生点在海边，要不是我想吃盐，你觉得一个牛头我能给你换？行吧，那换吧换吧。对方将盐放置在交易栏，方寒查看起来，蒸馏过的盐可以直接食用。方寒随后将牛头放了上去，按下确认，由系统进行交接。不多时，方寒又收到了2个大贝壳，每一个都有1个锅那么大，而且还有50升的海水。兄弟，答应你的海水跟贝壳一起给你了。苏米尔撒上盐后，独特的香味引来了小麻雀，2个蝉鸟，一会儿就给你们分一点。不多时，二鸟以及2人都吃上了带有咸味的牛排，吃完好好休息，明天最后一天，希望箱子的位置近一点才行。这2天刷新的箱子有2个太远了，我觉得太危险就没去。森林外围都有豹子，那深处有什么呢？学长，要是明天箱子还是很远，咱们就砍树吧。可以，目前木屋太简陋了，如果赶上下雨还会漏水，确实应该进行升级。方寒吃着打开
开聊天界面，他很想知道其他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天赋，毕竟如果以后遇见了，说不定会大打出手，能获取一点情报是一点。全球聊天，方涵搜索聊天记录天赋，哈哈，我获得了刀剑专精天赋，只要是刀剑我就能完全精通。劳兹获得了怪力天赋，我可以举起500斤的重物。本小姐获得了农妇天赋，任何可以吃的植物都逃不过本小姐的眼睛，并且种植后植物生长速度翻倍。你们都这么刁吗？我踏马获得的天赋是永不变绿，我天赋垃圾的我都不好意思说，让我尿得更远。还有我天赋还算有点用，我耐力提升不少，现在干活明显更持久了。方涵翻看着，其中除了一些显眼包之外，很多人并未去显摆，看来还是有很多逆天的天赋，以后碰见人得小心点才是。方涵跟苏米尔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学长后天饥荒就正式降临了，有点慌啊。没事儿，肉我们已经有了，明天上午我们去找野菜以及摸箱子，下午去砍树。那我睡了，晚安学长。苏米尔刚闭上眼睛，门外就传来地学人挠门的声音。苏米尔将脑袋贴近我胸膛，我也将胳膊伸过去给苏米尔当枕头。睡吧，不怕，还在保护期呢。方涵一早就拉着苏米尔的手，二人迎着朝阳准备去摸箱子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我牵着苏米尔来到了箱子的位置。这次的箱子上面赫然有3颗星星的标志，运气还不错，居然遇见了3星的箱子。随着箱子被打开，一道提示音响彻二人脑海：获得木材50单位，已添加至您的储物栏。我去，50单位的木材。虽说木材不是多珍贵的物资，但是我俩1小时顶多获得5单位的木材，这下直接节约了10个小时，相当于1天的时间。方涵立马查看储物栏，目前储物栏中一共83单位木材，太好了，我们就差17单位的木材就能升级木屋了。学长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弄？继续找动物猎杀还是去砍树？学妹，你说我们率先击杀了白狼后获得了天赋，那如果我们率先赶在第一批升级木屋，会不会得到什么奖励？苏米尔闻言也是略显激动道：学长你可真机灵，毕竟目前大家都会去找吃的，花时间去升级木屋的肯定没几个，木屋还有整整4天的保护期，凑够100单位的木材其实不难，所以大部分人的想法绝对是先找吃的。二人迫不及待跑去森林，很快一棵接着一棵树砍倒，多砍几棵再一颗颗拖回去好了。不过这终究是个体力活，砍了一会，二人瘫软的靠在树旁。我打开聊天面板，山泉哥怎么样了？还活着吗？山泉哥也是立马回复，还没死，又有好东西换吗？有一点吧。牛骨头要吗？山泉哥略微皱眉，纯牛骨头也不是纯牛骨头吧，有骨髓还有一些肉。山泉哥也是有些嘴馋道，也行吧，有总比没有的强，牛骨头好歹也是大补，那你还是要换水吗？我思考一番，你除了水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今天逮了2只青蛙还不舍得吃呢。行吧，我要300升的水，那你耐心等一下，够我装很久了。你同伴呢？山泉哥闻言也是叹了口气，我同伴是我8岁大的妹妹，她先前帮我去水潭弄泉水，差点掉进去，现在我让她好好待在家里。在我妹妹刚出生，爸妈就离婚了，只剩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，他们每个月就打点钱给我，我也是眉头一皱，自己小时候要不是被养父母收养，当然人本来应该善良，但是不应该圣母心。山泉哥，你发誓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夏国人不骗夏国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随后发了牛大补过去，另外还有10克盐，让我拿肉送是不可能的，但是1点盐还是没影响，整点盐吧，有味儿一点。山泉哥连连道谢，来吧，继续砍，今天就能把木屋升级了。苏米尔也是连忙起身，不过刚一站起身来，一个荆棘藤蔓将他腰间的藤条给挂掉，树叶裙子自然而然也就掉了，白白的画面可想而知。我瞪大双眼，目不转睛。苏米尔略微脸红，在我坚定的目光中重新穿上。苏米尔嘟着嘴，奶凶奶凶的，学长好看吗？你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假装咳嗽一声，学妹你想什么呢？我才没有看，我就是在发呆而已。苏米尔叉着腰，鼓着腮帮子，好一个正人君子。那你以后别看了。别啊学妹，好看爱看。好了学长，快砍树吧，反正你都看过了。二人当即砍了起来，在临近夜晚的时候，也是把砍下来的最后一棵树给拖了回去。目前物品栏中有105个木头，即便消耗100单位来升级木屋，还能余下5单位生火做饭。苏米尔也是很激动，学长可以了可以了，咱们可以升级了，现在就升级。0星木屋升级到1星木屋，消耗100单位木头，正在为您升级木屋。下一刻木屋闪着白色光亮，慢慢的木屋变得更大，约莫10分钟左右，木屋正式升级完成。当前解锁衣柜功能以及生活功能，原本只有1间宿舍大小的木屋，变成了2间宿舍大小差不多40平米，而单人床也变成了双人床，桌椅也变得崭新起来。另外房间还多了一个衣柜以及一个厕所，另外就连灶台以及橱柜都有。苏米尔也很是高兴，哇塞，变大了，还齐全了不少。二人进屋查看起来，现在木屋变得更加厚实了，即便是地学人也不可能轻易破坏。我随意捶打几下，觉得很满意，这下就安心多了。我查看起木屋信息来，1星木屋可抵挡奴仆及怪物的围攻，若是木屋损坏，请消耗材料修缮木屋。学长，那咱们后面还得砍树去修木屋吧？没错，到时候先观察一下地学人的破坏力吧，应该几天修一次就行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空灵之音响起，恭喜你是全球地前1000万名将木屋率先升级的求生者，你获得3次选择机会，请选择你的奖励。1块30平米的魔法土地，可以让农作物成熟加快10倍。2围绕木屋1圈的尖刺篱笆墙，安全的保障，在破坏尖刺篱笆墙时，怪物本身会受伤。3、5次抽无消耗解锁机会。4更加齐全好用的铁质工具一套。5获得石头50单位，木头50单位，肉类50单位。6用1年寿命抽取获得以上所有东西，概率50%。我勒个豆，果然有隐藏的福利。学长，那咱们选啥？学妹，你觉得你能活多少岁？苏米尔有些奇怪，不过还是说道，怎么着也得70岁80岁的。看到所有选项我愣住，学妹你觉得你能活多少岁？苏米尔有些奇怪，不过还是说道，怎么着也得70岁80岁的。我果断选择选项6，直接用学妹3年寿命换所有奖励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您获得以下奖励。听到奖励我也是放下心来，要是什么都没有可就完蛋了。获得魔法土地2，获得尖刺篱笆墙更大范围，获得10次无消耗解锁机会，获得齐全的铁质工具2套，获得石头木头肉类100。我
听到数量大惊，这他喵的还是中了2次。苏米尔一脸懵逼，不是吧学长，我命没了。我一脸郑重地扶住苏米尔的肩膀，学妹你说要是没有这些资源，我们肯定活不到70对不对？苏米尔呆呆的点点头，好像是没错。所以嘛，你看现在有了这些资源，你算算是不是还赚了几10年？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。那麻烦下次用学长的好吗？万一真扣我命咋整？没事怕什么？又不扣我的命。学长你这个坏蛋大猪蹄子！我笑着将篱笆墙放置好，贴着木屋放了一圈后，再弄了一个围墙将木屋围在中间，如此双重保护绝对是安全的。接下来把魔法土地放置在大门两侧，不多时一块红色的土地出现在房子两侧。至于解锁机会我还没搞明白怎么用，我打开系统界面翻阅，原来是用来解锁木屋的科技的。我打开衣柜的界面，一星衣柜，消耗20木头或石头进行科技解锁。当所有科技都解锁完毕，开启高等科技，而厨房同样如此。看来目前只能先把10次机会消耗完，毕竟迟早得用。学长一边5次吧，看看能出啥。我直接消耗5次解锁衣柜科技，恭喜解锁草鞋蓑衣木屐草帽草裙科技，都是些穿的，也还行吧。接着再次消耗5次解锁厨房科技，恭喜解锁砂锅骨刀、石质炖锅砧板研磨工具。我还是挺惊讶的，骨刀可比玻璃强多了。骨刀的制作需要动物骨头，是否制造骨刀？下一秒骨刀出现在厨房的台子，我拿起锋利的骨刀仔细打量，而苏米尔研究起衣柜来，制造草鞋2双。学长你快看呀，我们有鞋子可以穿了，这样下次出门就不会扎脚。苏米尔还造了一个草裙，学长你要不要穿裙子？我连连摆手拒绝，你自己穿就好。我们2人研究到半夜才安心睡觉。夜半3更，我突然肚子疼，来到厕所发现厕所是一株植物，污秽的喜爱者猪绒花。喜爱有营养的东西，对于花花来说，排泄物是最好的营养。一旁还放着一盆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太阳花、微笑花，可净化空气。我上完厕所后心满意足的睡去，双人床睡得自然很舒服。第2天一大早，苏米尔就冲进厕所，随后便是一声尖叫，怎么是植物学长？放心吧，我昨晚上已经用过了。随后2人准备一起出门，刚一打开，远处的景象也是让2人有些吃惊。只见草原已经变得光秃秃，远处的森林也变得枯萎，饥荒已经到来，新手保护期还剩3天，饥荒已经到了，还好我们有吃的。看着门口的辣椒，长相似乎有点奇怪，辣椒有一点点轮廓，看起来像是愤怒的表情。苏米尔也很是奇怪，当时采摘的时候并未注意到，愤怒的红椒可以做调料，可以生吃，生吃的时候起火爆脾气会传染你，让你精神变得亢奋。我勒个豆啊，这不妥妥的兴奋剂吗？2人打开聊天界面随意翻阅，我去，我昨天发现的果树还没采摘完呢，今天全没了，还好剩一点点树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天呐，快砍树吧，我这儿好多地学人啊，再不升级等保护期过了我就完蛋掉。算了，大都没什么营养。学妹我们去摸箱子，我递给苏米尔一把骨刀，当即2人就前往去摸箱子。森林中已经枯萎，视野自然变好了。学长，今天2个箱子的标记点依旧很远，周边已经被我们摸过了，就剩前几天标记的箱子没有摸了。也行，那去摸吧，反正森林里现在视野很好，有危险就跑。那走吧学长。草原的枯萎让2人更容易辨认地学人的洞口，毕竟没有了遮挡物，行进的速度倒是加快不少。不多时2人已经接近了资源箱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面色潮红起来，我的天赋自己发动了，这说明在周边20米内有东西想杀我，让我被迫进入了战斗状态。我一把推开苏米尔，而就在2人中间，一个巨大镰刀从2人中间猛地划过，差一点将2人劈开。学长好大一只螳螂怪！学长好大一只螳螂怪！腐败螳螂，被诡异线虫寄生的昆虫，它的叫声会震慑你的精神。我立刻拉着苏米尔往草原逃窜，很快大镰刀从身后急速挥舞过来，我猛地闪身躲过。腐败螳螂不断在树干上来回横跳，苏米尔想要扭头看看距离，没想到下一秒大镰刀就斩击过来，我一把猛地拉回，身后的2棵树轰然倒下。腐败螳螂生气地发出嘶吼，那声音让我们2个脑袋一疼摔倒在地。我因为有着天赋立马清醒过来，可这时腐败螳螂快速飞过来，紧接着2把大镰刀砍过来，我立马拿出骨刀抵挡，砰的一声我倒飞出去几米远。没想到这么倒霉，出门就能碰到如此强悍的生物，若不是有天赋加持，它早就被斩成几截。腐败螳螂兴奋地发出怪叫，我艰难起身凝视着，视野中螳螂身形变成灰色，它的尾部内一个寄生虫闪着红色，可我现在站起身都有些艰难。螳螂再次蓄力准备攻击，我心想着这下要完了。而就在此时，苏米尔恢复了理智，我立即大喊一声尾巴，苏米尔也是立马起身，一刀捅进螳螂尾部。螳螂痛苦大叫一声，紧接着苏米尔猛地将手插进螳螂尾部，忍住恶心一把抓住线虫使劲拉拽，腐败螳螂一时间浑身瘫软。下一刻，那线虫全力控制螳螂，苏米尔瞬间被撞飞出去，我猛地扑过去接住，稳住身形后，我们2个转身就跑。而腐败螳螂并未逃走，死死盯住方寒2人。2只小麻雀此时冲向螳螂，狠狠地啄向他的眼睛。螳螂抬起前臂一甩，将麻雀撞飞。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，方寒2人已经逃到了草原上，身后一阵烟尘正在快速接近。来了学长，怎么办？我们打不过这家伙。我随后将苏米尔拉到一处地点站好，一会儿你拿出骨刀来吸引他。苏米尔深吸口气，摆好架势，我立马趴在一旁的地上。腐败螳螂冲杀过来时，苏米尔正一边大喊一边招手，很快螳螂巨大镰刀斩击过来，苏米尔咬紧牙关用骨刀接住，而另一刀接踵而至，我一个飞踢朝着螳螂猛踹过去，腐败螳螂也是瞬间飞出。我看着那正在起身的腐败螳螂也是咬咬牙，可恶啊，难道没用吗？腐败螳螂刚站起身来准备进攻，可下一刻他脚边的洞穴内伸出一鬼手，啪的一声一把抓住腐败螳螂使劲转，这突如其来的一下他直接倒地，太好了，有用了！腐败螳螂刚一摔倒，正好压在另外2个洞口的上方，紧接着几双鬼手将腐
败螳螂的身躯洞穿，很快就被地穴人拽进了洞中。太好了，学长，那鬼玩意儿被当辣条吃了，我也是松了口气。随着腐败螳螂的整个尸体被拉进洞内，地面上一个黄金宝箱出现，没有心机很是奇怪。苏密尔也是直接发动鉴定能力，杀死猎者所得猎者宝箱。不管了，先看看有什么。我当即打开箱子，获得螳螂变异药剂1支，注射后可变成1分钟实现的双刀螳螂，1星回复药剂2，喝下后可以治疗身体轻微伤势，可以缓解重伤伤势。我勒个豆啊！螳螂变生气，二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屋内。我靠在床上，5脏6腑都受了不小的内伤，咳着吐出一口红色。苏密尔也是吓了一跳，学长你这是内出血了，得赶紧治疗。苏密尔立即拿出1支药剂，学长快喝下这瓶药剂，说不定能治疗你的伤势。我也不犹豫一口喝下，很快伤势处微微泛起绿光，我顿时感觉浑身舒畅，好像不怎么痛了。接着我就准备下床试试，没想到这药剂效果这么好。学长，那咱们今天干嘛去？咱们去森林里看看有没有种子啥的吧。虽然饥荒来了，但是不代表那些没发芽的种子也一定消失。若是能找到农作物的种子，10倍的成熟速度下收益自然可观，然后再用农作物作为交换去换资源，那更划得来。很快，2人来到离木屋比较近的森林，接着2人拿出铲子开挖起来。不多时，2人就挖到了一些东西，有在土里睡觉的土蚕蚯蚓，以及几枚果子。虫子倒是不需要，不过可以收起来，以免以后有用。把这土蚕装箱子里面了，再往箱子里面弄点土。苏密尔对着虫子发起鉴定，金龟子幼虫土蚕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的害虫，注：未被污染的幼虫，食用后可让你免疫眩晕。我看着这胖乎乎的肉虫没一点食欲，不过自己不吃不代表别人不喜欢吃。学长你好这口不？我一脸嫌弃扭过头，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喜欢吃的吗？哈哈，我也不爱吃，不过听说用油炸还挺美味的，但是这玩意儿能免疫眩晕，或许以后碰见危险还有些用处。2人很快回到木屋，我将土豆以及喇叭花种植在魔法土地之上。土豆在这只需要6到12天成熟，而喇叭花差不多3天左右就能成熟。学长，等它们成熟以后就将它们种到普通土地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种植在外围抵御地穴人是最好不过的，而愤怒红椒以及普通的红椒预计还有4天成熟。白天剩余1小时，2人早早回到了屋内，我也是研究起来，不管是衣柜还是厨房都需要花费资源解锁科技。为了吃到更美味的食物，我决定兑换砂锅砧板以及研磨工具，这3样东西都是消耗20单位资源来进行兑换。2人清点了资源，目前肉类有800斤，其余的木头103单位，石头100单位。还好运气好，抽中2次奖励，我毫不犹豫进行兑换。此时的橱柜内的储物空间便多了3样东西。我把研磨工具递给苏密尔，学妹你把辣椒研磨成粉。我随后将实木砧板拿出来，拿出1块牛排分割开来，随后清洗浸泡。此时苏密尔已经将红椒研磨成粉，不多时，一股带着略微辣的香味飘出，好香啊！学长，咱们可以吃排骨吗？接着2人一边吃一边聊天。学长，这是我来这里吃的最开心的一次，确实不错，加了辣椒就是不一样。一边吃2人也是打开了聊天，班级聊天频道，你们有人吃上肉了吗？吃个毛啊！我连野兽都没遇见，况且遇见了野兽指不定谁吃谁呢。知道我队友是谁吗？英语老师，求你别再说了，我后槽牙都咬碎了好了。而苏密尔也是跟自己的好闺蜜们闲聊起来，不过苏密尔脸色却有些难看。小蜜儿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苏密尔嘟着嘴巴抹了抹眼泪，没事学长。我直接起身坐到苏密尔旁边，看着聊天内容也是有些生气，这啥好闺蜜啊？而聊天记录上几个闺蜜骂得极其的难听。我搂着苏密尔的肩膀，没想到苏密尔也是孤儿。学妹别难过了，我来帮你回怼他们。对这样的人，你越生气就越着了他们的道。我将厨房1锅牛排以及门口种植的农作物拍了个照片，毕竟大家谁也不知道对方位置。随后将图片发到群里，并且附上文字：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没吃上牛排吧？不会还有人连木屋都没升级吧？不会还有人没种菜吧？方涵一连串的图片发过去，让3人也是破了防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特意将牛郎肉全放了出来拍了照片。这么多肉怎么吃呢？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呢。随后又将盐以及辣椒末拍了照片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没有调料吧？辣椒小盐一放，这滋味挠一下就上来了。寝室内3人看着这一幕也是羡慕妈了，我们一点也不羡慕，就这我们一点也不想吃，一看就不好吃，除非你发个几斤过来给我们尝尝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而我回复了3个字：滚蛋。3人直接破防。对于方涵的做法，苏密尔心中很是感动。学长，谢谢你替我说话。我坐在床边开玩笑道：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们都一张床睡几天了，好歹也算同眠共枕了不是？苏密尔红着脸弱弱说道：还不是夫妻呢？学长就爱逗我。我笑了笑起身准备去洗锅。苏密尔看到立马下床，我来吧学长，你做饭我洗锅，不能啥事都让你一个人干不是？见状我也没有推辞，苏密尔很快洗好了锅，迅速爬上床睡觉。方涵此时已经睡着了，毕竟今天白天被追杀，下午又翻地，着实很困倦。而方涵还打着呼噜，苏密尔很是理解，没有叫醒方涵，反而是贴心的将一旁的草毯搭在方涵身上。学长可睡得真香呀，我也要快点休息才不会拖后腿。苏密尔安然躺下。第2天醒来，我突觉胸口有些沉闷，艰难的睁开眼，发现苏密尔不知何时居然双腿搭在他身上，脑袋也枕在了胸膛。苏密尔面容清秀，这么近距离观察才知道，这妮子素颜居然都这么好看。说话间，方涵轻轻揉着苏密尔的头，苏密尔不自觉地将脑袋往我怀里拱了拱，而我手上更加大胆了，开始顺着苏密尔的脖子向下探去。而苏密尔也是猛然惊醒，不过他并没有大喊大叫，反而是把我的手拿开，随后假装刚醒的揉了揉惺忪的眼睛。学长早啊。我略微尴尬，早，学妹今儿早上挺软啊。苏密尔惊疑一声，不是说错
错了，今儿早上睡得好软，感觉身体睡得软绵绵的呢。好吧，学长今天去摸箱子吗？我有点害怕。没事不怕，咱们不是有变异药剂吗？就算真遇见事儿了，直接变身。对了，学长你看看这个。苏米尔翻开混沌新生存法，猎者比求生者更强，他们会找到并击杀你，在他们眼中你不过是猎物。猎者们的形象千变万化，或许他是混在狼群中的一头狼。若是你能以猎物的身份击杀强大的猎者，你也可以获得猎者宝箱。我很是惊讶，难不成混沌星是一个狩猎场？我们全都是猎物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岂不是会遇见很多类似腐败螳螂的生物？先不管了，咱们只能尽力活下去。苏米尔微微点头，走吧，学长。二人再次来到了森林之中，学长马上到了，咱们小心点。二人来到箱子所在位置，没想到竟然是4星宝箱，还是第一次见，希望能出好东西。我当即直接打开宝箱，猪舍标记卷轴，使用后地图上会自动标记出离你最近的猪舍。猪舍卷轴使用后，你可以获得一次20单位资源的雇佣优惠券。这什么鬼啊，学长？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，回去路上再研究。一路上，二人翻看混沌新生存法，星球上存在着中立种群，若是你无意间发现他们的踪迹，你可以消耗足够的资源请求他们的援助，只要你给的报酬足够，他们会拼命。我毫不犹豫就将卷轴使用了，地图立刻出现一个猪头标记。学长你看，猪舍的位置不远，不过咱们现在用不着，有机会再去看吧。现在倒不如趁机去砍树，多解锁几个科技，以后还能开高等科技，那一定非常有用才对。二人继续来到老地方砍树，今天白天还剩下8小时左右，8小时二人大概能弄40单位木头。此时我查看木屋升级条件，升级2星木屋需要木头1000，石头1000。2星木屋可解锁武器库及工具台。我去，这些资源我们差不多要50天，而饥荒会持续60天。紧接着二人库就是砍，我时不时打开聊天界面查看，毕竟看别人的聊天也是每天少有的乐趣。我靠，我摸到一个箱子，竟然有2块肉，你这什么垃圾？我一次性摸到20单位的木头，我求你们别说了，我找了一天连根毛都没有，为啥我的字体在流血？我看到这里略微皱眉，接着赶忙翻看混沌新生存法，当你的字体开始渗血，证明你已经被方圆20里的猎者发现。随后众多人开始艾特那人，兄弟你这命不好啊，哥们自求多福。我回想起来那腐败螳螂似乎也是猎者，不过我们是碰巧遇见，所以当时字体没有渗血。学长咱们应该不会被猎者给盯上吧？应该没那么巧吧？二人索性继续砍树，即使被盯上也根本不怕，还有变异药剂可以使用呢。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痛苦的哀嚎之声，二人顿时一惊，学妹你听见什么没有？苏米尔也是竖起耳朵点点头，好像是狼的叫声，那要不我们回去吧，怪危险的。我仔细倾听着声音并不算远，但是那狼的吼声却是格外的凄惨。苏米尔有些忐忑道，那学长我们去瞅瞅，我觉得可以，如果是受了重伤的狼，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猎杀作为食物，保险起见先让小麻雀去瞅瞅。方寒吹了声口哨，屋顶的2只小麻雀立马飞过来，收到命令小麻雀飞向狼叫声，很快小麻雀飞回，经过系统翻译二人也是明白了，是一只受伤的白狼，周围并没有其他野兽，那咱们去看看。二人立马朝着白狼的地方跑去，穿过稀稀落落的森林，来到一片林中，只见在前方的小土丘上，一只白狼正在哀嚎，它的腿已经断了，血肉上爬满了蚂蚁。学长他好惨呀！我立即让学妹鉴定，落败的白狼王被新晋狼王挑战，遭受狼群偷袭落败。我看着为其感到不公，这白狼王也挺可怜的，居然被自己人背刺。学长这家伙这么可怜，咱们还吃吗？我略微思考，看看能不能收服吧。狼这东西比人好，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，如果能收服那就救治，不能那就杀了当肉吃。不管怎么说不能白来一趟，但愿可以收服吧。我让小麻雀和白狼沟通一下，在叽叽喳喳一番后，白狼王瞬间燃起斗志，当即用尽全身力气跪倒在我面前。就在此时，一声提示音传来，收服白狼王成功。混沌星的生物一旦认主比狗还要忠诚10倍，请为您的战宠命名。学长让我来。那你不会要取名初3吧？不，这狼白色毛发獠牙尖锐，不如就叫白牙吧。这时远处几声稀疏的狼叫传来，不好了学长，远处有狼群过来了。我立即抱起白狼王朝着木屋跑去。就在二人走后不久，一群狼兽都跑了过来，很快跑到木屋旁，我将白狼王放到一块石头上，随后往锅里面放了一锅淡水，往锅内撒了少许的盐，而刚一倒上去，白狼王就呲着牙有几分痛苦。学长好像还是不行啊，他伤势有点重了。我也是点点头，拿出一支药剂。哎，小家伙，这东西虽然珍贵，可既然你现在是我方寒的战宠，希望你莫要辜负我这药剂。白狼王似乎听懂了，不断发出嗷呜嗷呜的低吼声。我随后将药剂倒进白狼王口中，喝下药剂，浑身散发微弱绿光，受伤的部位已经开始缓缓愈合，暂时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学长，那咱们还去砍树吗？不去了，那地方估计狼群已经去了，咱们没必要去跟那群狼战斗，目前吃的也够了。2星木屋也不是想升级就能升级的，咱们倒不如这2天种菜交换资源，等狼群远去再去砍树也不迟。不多时，白牙踉跄地站起身来，紧接着跪伏在地上，身后狼尾巴不断摇摆向2人示好。我丢出一大块牛肉给他，白牙当即大快朵颐起来。学长，大后天保护期就过了，咱们这2天可得加快进度。放心吧，喇叭花过2天就成熟，到时候晚上我们或许可以开始猎杀地穴人。苏米尔也是一惊，想到上次的经历就有些害怕。别怕学妹，迟早要面对的，等保护期过了他们会破坏木屋，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，都听学长的。这2天先把白牙照顾好，虽然我们的肉还剩很多，不过这白狼的胃口属实也不小，明天咱们再去野牛出现的地方看看去，最好能再弄2头牛才行。学长，如今草原枯萎了，野牛们会去哪儿？这个虽然不知道，不过他们肯定会留下脚印才对，咱们到时候去找找。不早了，吃完饭准备睡觉吧，养好精神，明天去找野牛。而白牙并不愿意进屋，嗷呜了2嗓子，我大概也明白了意思，你是说你要留外面杀地穴人？白牙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嗷呜2声。我想了一下，按照以往的观察，地穴人在爬上篱笆墙后就会变成残血状态，如果这时候白牙能进行收割，
那自然是好事，而且说不定白牙还能因此变强。一般晚上围过来的大概是10来只，就算到时候白狼打不过，我也可以出去解决掉他们。我摸了摸白牙的脑袋，那你小心点，如果有意外记得大声叫我。二人索性直接进屋准备晚餐。夜晚悄然来临，数十只地穴人朝着木屋爬过来，他们朝着尖刺篱笆墙攀爬上去。尖刺将身上划开一道道小口，一只地穴人翻越篱笆墙，随后快速的朝着木屋爬去。而在篱笆墙的墙角，白牙动作迅猛，一口咬住地穴人，瞬间流出大量绿色液体。而第二只、第三只也是翻越了篱笆墙，白牙再度猛冲过去，一口解决。看到这里，我和苏灭放心睡去，明天咱们就可以带着白牙去杀野牛了。想想就很兴奋呢，希望明天运气好一点，能找到野牛群吧。我随后伸出胳膊对苏灭说道：“曹枕很不舒服吧？不然也不会往我身上趴了，躺我胳膊上吧。”苏密尔心跳加速，脸红道：“学长，你身上好暖和呀！”我也是顺势将手搭在学妹身上。苏密尔也是闭上眼睛，轻声道：“学长坏坏的。”我一脸坏笑：“那你喜不喜欢学长坏坏的？”苏密尔萌女娇羞，脸红的跟开水壶似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没啥问题，毕竟学长对我很好，而且也很照顾我，还会帮我说话。我随后一把将苏密尔搂在怀中，手开始不自觉动起来。苏密尔脸色涨红道：“学长轻点嘛。”苏密尔就这样在我怀中沉沉睡去。白牙也是解决了一只又一只的地穴人，一缕缕黑色的灵魂体被白牙吸收，他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。新手保护期还剩1天，请注意第一副本即将到来。廷达罗斯猎犬正在污染这个世界。我听完略微思考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吃的砍树。而此时的天空中出现一道道黑色的裂缝，顿时一股血腥的气息充斥着空气。两人也是有些发晕，理智下降到了90。翻看混沌新生存法，当理智衰减到0时，你会陷入彻底疯狂的状态，请保持你的理智。就在此时，天空中变得灰蒙蒙的，而那裂缝之中开始不断的飞出乌鸦，并且透着猩红的眼睛，让人感到头皮发麻。二人抬头注视片刻，突然像是被震慑了一般，理智再次下降到85。我立马移开眼睛，将苏密尔的脑袋也按下来。这鬼东西有问题。二人移开目光后，那一双双眼睛仿佛直射灵魂，仅仅看一眼就掉理智了。不过现在咱们在新手保护期，这些东西应该不会太危险，只要不看就行了。二人低着头继续前往牛群的方向，期望能找到牛的踪迹。一路上二人在聊天频道摸鱼，天空的撕裂让大家都至少掉了10点理智。我的心中也是有了一些紧迫感。明天最后一天，我们去猪舍看看去，必须去猪舍雇佣中立种族来保护自己。很快来到之前发现牛群的地方，脚印远处荒凉的草原自然是不可能的。那里没有食物，而另一头就是靠近旁边的森林。目前自己有药剂，还有白牙，过去寻找一番问题不大。二人一狼一头扎进森林之中，由于草木绿植枯萎，地面上的脚印倒是格外的显眼。一直沿着足迹追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二人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小河，河流旁边居然还有黑色的草，看起来有些奇怪。苏密尔当即鉴定起来，除食草，被污染的草质，吃下的动物精神会被污染变得狂躁。一群野牛正不断的啃食着草，二人默契的捂住对方嘴巴。这些野牛现在已经非常暴躁，如果贸然惊动，恐怕会被攻击。学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不是要让他们落单才行？我思考着怎么引谁去引。另外还有个问题，牛已经吃了被污染的草，肉还能吃吗？不过现在管不了那么多，不能吃就换给小日子们。我示意苏密尔后退，二人也是远离了河边的灌木丛，不多时来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。学长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我抬手招回来小麻雀。初1、初2，该你们表现的机会到了，你们去骚扰野牛，记住只需要骚扰1只就行了，可别把牛群引过来。小麻雀叽叽喳喳飞向了河边，2只小麻雀认准一只体型稍大且离牛群较远的野牛猛地啄了上去，攻击虽然不痛，但是略微瘙痒。野牛帅脑袋烦得不行，小麻雀不依不饶地啄着野牛，野牛很快变得红温，小麻雀狠狠啄了野牛的眼睛，野牛吃痛怒吼一声开始冲撞，小麻雀也是立马朝着方寒的方向飞去。一只野牛怒气冲冲地冲过来，就在靠近大石头的时候，麻雀翅膀一扇飞向高空，野牛起得暴跳如雷，方寒一斧头就劈向野牛脑袋，但是却紧紧卡住拔不出来。这牛头也太硬了吧！野牛吃痛一头撞过来，我用力一跳躲了过去，白牙一口咬向野牛脖领，锋利的獠牙一下扎进了野牛脖子。苏密尔拿着骨刀也是一刀刺进牛眼，而被污染过的野牛并未倒下，一甩将白牙跟苏密尔甩飞出去。我当即拿出玻璃刀，这时野牛一头撞向苏密尔，苏密尔连忙起身躲开，野牛结实的撞在了石头上，我一个滑铲冲了过来，滑到野牛身下，刺啦一刀将牛鞭一刀割了下来。果然下一刻野牛倒地。学长太好了，总算是成功了。不过这野牛也未免太强了，我拔出斧头再次劈下去，先随便肢解一下吧，回去再研究。苏密尔点点头，熟练的切割起来，不过却发现这些肉泛着丝丝黑色。苏密尔当即对其鉴定，被污染的牛肉吃下后虽能填饱肚子，但是会污染你的精神，甚至让你产生拉肚子、呕吐等一系列不适。学长，这个肉不能吃啊！我微微皱起眉头，先分解吧，不行后面卖给小日子，这里面还有一些肉没有被污染，到时候分一分留着咱们吃。苏密尔很是认同方寒说法，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况且还是小日子。不多时，方寒带着白牙以及小麻雀回到了木屋之中，路途上还摸了个箱子，里面是一条鲜活的鱼。我试着将被污染的肉丢进砂锅炖煮起来，可结果依旧不能食用，看来只能找人给卖了。苏密尔略微清点了一下，100斤可以吃600斤污染的，虽然不能吃，不过交易却没问题，毕竟总有人还不知道污染肉。我当即打开樱花国聊天频道，有人要肉排吗？
了，牛肉好吃的很，拿木头跟我换。方寒的消息立即让一堆人围过来，片刻不到就有成百上千的私信，我根本回复不过来，只能随机挑选了3个人，拉了一个4人群聊，聊了一番，得知3人加起来30单位。我也是明白，这3个人已经升级了木屋了。我看着600单位的腐肉也是无奈，也只能换这么多了。后面都知道了，这肉难免销不出去了。那行，不过肉比较珍贵，1单位肉换5个木头怎么样？3人都觉得方寒是大大的好人，而随着方寒将肉放上去，对方也是疑惑起来，前辈你这肉怎么是什么腐肉？吃了不会拉肚子吧？这么便宜不会有诈吧？由于对方只有普通鉴定，只能看见肉的名称，我想了想，立即开口，这是在死去的动物身上割下来的，所以是腐肉，但是只需要弄熟就可以正常食用，因为麻烦了点所以便宜，要是嫌麻烦我就找其他人还。这话一出，3人立马同意，生怕这便宜被别人赚了。交易完成，获得木头30，加上先前砍的已经有了120单位木头，距离升级木屋还很遥远，还不如先解锁科技对付眼下，毕竟新手保护期还有1天了。我决定留个至少20单位生火做饭，花费100木头解锁了5项衣柜科技，恭喜解锁！雨鞋科技、皮革手套科技、三角裤科技、短袖科技、短裤科技。我听到一脸懵逼，不过就在这时，一道提示音响起，恭喜您的衣柜10项科技解锁完成，获得1项高等科技负极披风，穿戴者每天恢复3点理智。我当即选择了用石头支付，换取负极披风1件，我立即装备，随后转头看向正在做饭的苏米尔，学妹你要短裤不要？我换2条短裤。苏米尔听到这话，脸上微微一红，可以啊，有个短裤穿肯定是更好。我翻看衣柜科技，学妹你要3角的还是平角的？要不要红色的？穿着喜庆。苏米尔听到这话瞬间沸腾了，虽说已经坦诚相处了好几天，但是还是会害羞。那个3角的吗？颜色就黑色吧，比较耐脏。我当即兑换了2条短裤。很快2人吃完饭躺在床上，我将苏米尔抱在怀中，学长，明天是最后1天保护期了，你说后天会发生什么呢？面对苏米尔忐忑不安的询问，我能做的就是将其抱得更紧，管他呢，能活1天是1天，咱们一起努力把木屋升级，努力活下去。放心吧，天塌下来有我先顶着。苏米尔脸上微微一红，将脑袋往方寒怀里钻了钻，快睡觉吧学长，今晚不许再动手了。今日白天持续时间为4小时，饥荒已经到来，今天过后保护期将消失，明天廷达罗斯猎犬降临混沌星，请努力活下去。学长，今天只有4小时，我们快点出发猪舍吧。2人一狼立马起身出发。学长，猪舍有一个箱子刚好不远，那正好连箱子一起摸了。2人很快走到一片树林，我查看地图上面的猪头标志，半小时大概走了一半，算上来回的时间，今天4个小时倒是做不了其他事了。学长，那我们加快脚步，没事别太着急，安全第一。我打开樱花国聊天列表，消息已经有99加了，不用想都知道是那3个倒霉蛋。点开一看，顿时心情舒畅，而其他信息也是昨天要肉的一些人。我这次倒是学聪明了，几百人全拉到群里架高准则，筛选了一下，目前木材多一点的3个人，分别是40、30还有35。我随后又把3人拉进群，原本3人踢了出去。学长你好坏呀，你是怕他们在群里告状吧？我揉了揉苏米尔的头，当然了，总不能坏了我名声，反正小日子又不是人，该坑就坑。很快交易顺利完成，获得木头105，这也太爽了，还是靠忽悠小日子来得快，就是可惜交易次数有限制。学长你就知足吧，咱们已经很幸运了。苏米尔拉着方寒的手朝着一个小土坡走去，上方是一个小木屋，学长那个似乎就是猪舍，走看看去。不过门怎么都打不开，随后敲了敲门，木门吱呀一声，2人赶紧后退，木屋中充满黑雾，我拿出卷轴将其丢进了木屋之中，片刻后没有任何声音，我靠，不会吞我卷轴吧？突然一道提示音响起，打开通道成功，您可以耗费肉类雇佣一个持续10天的生物帮助你，注意该生物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会逃走，除非你给的足够多，它能为你死战，它绝对不会攻击你，但请你也不要伤害它，否则它会一怒之下委屈的回家。随后在2人懵逼的状态下，原本的界面多了一个雇佣功能，上面赫然写着3个大字，有了，似乎成功了。我点开猪舍，暴食的种族，他们可以为了吃的做任何事情，前提是你给的足够多。当前可雇佣的单位如下：奴仆级黑牙猪需要肉类100，战将级猪头屠夫需要肉类1000。当前您的木屋等级较低，更高层次的猪舍成员不愿意被你雇佣，他们说你给不起出战所需的肉。我靠，这他喵的还嫌我穷？不过也确实是这样。方寒2人目前腐肉还有570多单位，而正常可食用的肉类有850单位。我先拿出一些腐肉丢进了木屋之中，下一刻突然出现一只恐怖的大手，检测到您交付的为腐肉，被污染的肉类需要支付原价的2倍。没想到还真信，反正不能吃，200单位就200单位吧。交付完成，随着提示音响起，一股黑雾慢慢的弥漫出了木屋，木屋四周顿时充满了黑雾。什么情况？我的黑牙猪呢？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黑雾被木屋猛地吸进去，随后木门砰的一声关上，而面前多了一头野猪，看起来十分的凶狠。学妹鉴定一下这野猪，奴仆高级黑牙猪，皮糙肉厚是它的代名词，锋利的獠牙是它的武器。当它全力撞向你的时候，你最好能躲开。注：黑牙猪免疫任何恐惧以及理智的攻击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理智。10天的时间也还行吧。目前咱们有奴仆高级的白牙，以及奴仆高级的黑牙猪，想来晚上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。学妹，我们赶紧去把箱子摸了回家，让黑牙猪开路。我命令黑牙猪走在前面。而就在这时，苏米尔注意到箱子的位置正在缓慢移动。我去学长，箱子在移动，什么鬼？难不成前面有人？快去看看！我倒要看看谁敢抢我的东西。很快2人已经找到了箱子，箱子正被一只黑熊好奇的拖下。方寒2人也是呆愣片刻。黑熊精，学长能打吗？黑熊可是会偷袈裟的，先鉴定一下什么实力吧。实力达到奴仆高级的幼年黑熊，别看他是幼年期，他一巴掌绝对能把你拍死。请注意，他的母亲也绝不是好惹的存在。
熊不愧是熊，这才幼年期就有奴仆高级的实力，不过也还好，能杀。学长，咱们最好速战速决，不然他妈要是来了，我们怕是打不过啊。学妹提醒的有道理，我看金是个3星箱子，更加想要了。白牙，你去吸引那黑熊的注意力。那个猪，我让你撞你再撞啊！黑牙猪哼斥一声表示理解，我招呼一声，白牙立即冲上前去吼叫起来。黑熊毫不在意，他不惧怕白牙，我让白牙骂得越脏越好。白牙随后叫得异常激烈，果不其然，黑熊立马心生怒意，砰的一声，一块石头被拍成2截。白牙灵敏的躲过，继续吼叫。我看着白牙叫得起劲，那阵势里面多少带点熊爸熊妈。黑熊一直受到挑衅，逐渐崩溃。白牙突然冲上去咬了一嘴的熊毛，黑熊气得不行，立马上前驱赶，屁股留给了方寒几人。好机会给我上，撞他屁股！黑牙猪哼哼2声，犹如一辆小汽车般撞向黑熊的屁股。只听见一声惨叫，黑牙猪的獠牙刺入熊屁股，这老六行为让黑熊又气又痛。黑熊忍着疼痛暴怒一声，可黑牙猪立马跑开，而其身后白牙对着刚才伤口又是一口。学长，咱们要去帮忙吗？咱们拿了东西开溜就行。苏米尔一把打开箱子，获得朝阳花种子1，随后招呼一声，我和苏米尔朝着木屋方向跑去。两兽跟黑熊僵持了片刻，很快追了上去。学长，那黑熊不会追过来吧？不会的，那家伙失血那么多，我们下次正好吃熊肉。我手上可还握着变身药剂，前提是那黑熊的家长别强到离谱。几人很快回到木屋，苏米尔将种子拿了出来，先看看什么效果吧。朝阳花种子。朝阳花每天会生产3颗阳光晶石，每颗阳光晶石可以让你恢复1点理智。苏米尔看着介绍，觉得算是捡到宝贝了。学长，这个好，咱们又多一种手段恢复理智了。先种下吧，说不定后面打副本会很有用。我感觉等旧日来临后，理智的恢复手段必不可少。毕竟当理智完全丧失，那活着也和嘎了没区别。由于今天白天只有4个小时，忙完2人便早早的睡下。方寒也是半梦半醒，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苏米尔突然抬起头，学长你也没睡着啊？也对，今晚有20个小时呢，谁睡得了那么久？2人随后打开了聊天。我看着学校频道，我靠，你们队友是男的女的？我他妈匹配个娘炮！一声哥哥要把我送走，你这都算好的，我他喵匹配到一个混子，我不干活就要挑我下线，你们都让开！我队友可是旅游系的系花，谁能比我好运？不知道咱们学校校花匹配到谁了？要是我能匹配到让我开豪车住豪宅，我也愿意。我面带微笑来了一句，我的队友就是校花苏米尔，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看？我靠，劳资后槽牙都咬碎了，我乐个气啊！凭什么我匹配到食堂大妈？聊天频道不少人羡慕方寒学长，跟我匹配在一起你开心不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当然了，匹配到美女学妹能不高兴吗？苏米尔一把拿开方寒的咸猪手，内心也是有些小窃喜，油嘴滑舌的学长，快睡吧。好的，那明天再揉。随着午夜12点的时间到来，保护期也在这一刻消失了，外面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次日醒来，今日白天持续时间为10小时，距离饥荒结束还剩55天，保护期已经消失。廷达罗斯猎犬正在缓慢苏醒，2人立马起身，透过窗户朝外边看去。窗外坐落着很多建筑，这些建筑将木屋包围在中间，有类似狗屋的存在，有类似小木屋的存在，而最显眼的莫过于对面的草原之上，有一座高耸的黑色教堂，上方还有一颗猩红的眼球。学长，这些东西有点瘆人啊，别怕，先出去看看吧。2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，突然一道提示音响了起来，当前副本已经开启，请尽力活下去。通关分为3S 级到 C 级，最低通关条件存活30天。学长，我们岂不是可以在木屋待30天？应该是吧，但是方寒并不打算苟起来，先观察摸清楚状况再说。就在这时，窗外的犬舍之中猎犬钻了出来，看起来异常恐怖，快鉴定一下这些是什么东西。奴仆初级的廷达罗斯猎犬，凶猛的旧日眷属，请小心应对，被其咬伤会减少你的理智。学长，这些狗怎么都跑了？我昨天刷到有人半夜出去被攻击了，他们应该是有其他事情要做才对。目前外面很多狗都跑去森林了。学长，你说咱们要是能通关3S 条件，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奖励？那当然了，躲在木屋存活30天一定是最低级的奖励。通过聊天频道了解一番，我对我们的实力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，大概是能排进第1梯队的，所以如果有必要，必须要去争取一下3S 通关的，有了硬实力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猎犬注意到了方寒2人，此时的猎犬一副攻击的姿态，口中獠牙还滴落着黏糊糊的口水。苏米尔也是有些害怕，立马将方寒护在身前。下一刻，猎犬冲了过来，与此同时，一道白色身影猛扑过去，一口将猎犬扑倒在地。白狼很快狗送回廷达罗斯，我看到这也是放心不少，猎犬不算太强，小心应对应该没问题。白牙，你就在周围护着，野猪你去把这些犬舍都给我撞了。黑牙猪立马朝着周围的犬舍冲撞过去，不断的砰声响起，一个个犬舍被撞得粉碎。方寒也不确定是否有用，摧毁了总不能再钻出猎狗了吧。突然一个黑影猛然窜向我，的天赋瞬间发动，一脚狠狠地将猎犬踹飞出去，接着一把铁斧让猎犬脑袋开花。学妹，我去杀这些猎犬，你让白牙保护你。黑牙猪虽然从源头控制猎犬的数量，但远处那座教堂才是让方寒感到心慌的地方，仅仅是想要抬头看去都会掉理智。还有那个奇怪的肉球。这时猎犬拖着2头野牛进了教堂之中，紧接着上面那颗肉球开始泛着红光，似乎在孕育着什么可怕的怪物。突然眼球散发一道红光，2人连忙闭眼，可依旧没用，脑海中闪过一个狼人的虚影。等到恢复过来，2人的理智点都掉了10点。苏米尔也是喘着粗气，学长，我们好像被那个球盯上了，我猜我们早晚要面对脑海中的狼人。此时数十只猎犬朝着木屋冲了过来，我连忙拉着苏米尔的手朝木屋跑去，猎犬群聚集过来，对着木屋狂叫，但是木屋他们攻不破，猎犬们不断在屋外徘徊，天空逐渐昏暗。苏米尔此时正在做着烤肉，方寒则是继续行骗，啊不是在进行
行交易，可是这几个小子居然变聪明了，我按照市场一半的价格换给他们，居然还说我是骗子，太没有良心了，还在聊天频道疯狂刷屏。小爷我不在樱花国卖了，我去阿三那卖还不行吗？随着一块肉换5个木头的消息发出，立马就得到了回应，你这价格很便宜啊，他卖的腐肉当然便宜了。方寒见到这话也是眉头紧锁，阿三的这群人怎么全知道腐肉啊？完犊子了，这下怕是不好忽悠了。就在我以为腐肉会压箱底的时候，一群人私聊我，全部都是要肉的消息，一下子给我干懵了。你们确定要换腐肉吗？对方也是回复，这有啥？吃1斤肉才掉1点理智，况且这肉跟我们母亲河比起来不要太干净，拉肚子不存在的，而且性价比也高，赶紧换吧。我转念一想，似乎也不奇怪了，阿三的母亲河早已给他们带去抗体，这区腐肉算什么？当即我直接进行了交易。太好了，学妹，以后这腐肉不愁没销路了。交易获得木头95，目前手中已经有200单位的木头，距离升级木屋依旧很遥远。可是学长，木屋的升级可还需要1000石头呢。石头的话，目前没人采集呢，很多人就只采集了木头。还记得咱们之前去的猪舍吗？那里不是有很多碎石，到时候运一些回来就是。我随后躺在床上思考着接下来如何应对，而此时门外的猎犬也是离开去狩猎野，只剩下几只。走白牙，出去杀猎犬。我提着斧头冲了出去，零星几只猎犬看见立马就扑了过来，可开了天赋的我根本不怕，我和白牙配合猎杀猎犬，而犬舍之中还在源源不断生产。就在此时，那些稍微大一点的小木屋之中开始出现一只又一只的双头猎犬，我也是看得头皮发麻。白牙快走！一狼一猪一人立马窜回了木屋。我靠，2个头先打哪个好啊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苏米尔立马看向窗户外面的双头猎犬，开启鉴定。奴仆终极双头血狼，喜欢折磨猎物，会将看见的一切生灵蚕食。学长，这是奴仆终极的，不过这2个脑袋不好弄啊，砍一个另一个脑袋就会咬过来。算了，还是先吃饭吧。目前一星木屋耐久度剩余95%，修复需要木头5。我再次打开聊天频道的时候，一脸懵逼。全球聊天当前存活90亿，这才刚第1天就赶了10亿人，这些人都不知道狗了吗？而看到聊天也明白了原因，我这儿连木头都没有，根本升级不了木屋，这踏马零星的木屋根本守不住啊！兄弟们，我直接原地去世。我海边就没有树，那么多人都不懂木屋重要，不过与我无关了，毕竟反正自己是安全的，而且也没有家人。至于亲戚啥的就更不在意了，毕竟亲戚没几个看得起我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方寒收到了姑姑发来的信息：小寒啊，你有没有多的肉？能不能换一些给姑姑？我眼神立即透露出一丝怒意和厌恶，不由得想起上学时候他帮忙申请助学金，他主动提出去办，最后发现居然是姑姑的卡号，后面找他要就是耍赖不给。想到这，我当即回复：我有且可以免费给姑姑。对方一听这话，当即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哎呀，还是小寒好，姑姑可真没白疼你。我拿出1块腐肉，既然你要，那我就给你就是了。姑姑，今天我的交易次数用完了，明天一大早我就给你刑部。对方为了吃的也只能妥协。我真是后悔把交易次数用完了，不然直接让你拉肚子拉个半死。此时黑夜即将降临，猎犬们也渐渐退去。深夜万籁俱寂的时候，木屋外突然响起撞击声，凶猛的怪物在试图冲破房门。苏米尔猛然惊醒，学长，外面似乎有很多猎犬在攻击我们的屋子。方寒轻轻揉着苏米尔脑袋，别怕，没事，耐久度还有90，估计是地穴人跟那些猎犬一起在破坏。按照这速度，一晚上耐久度差不多掉25，明天起来修一下就好了。我随后拿出3颗朝阳花结晶，苏米尔也是立马吃下，理智恢复了3点，而我自己用披风回复。方寒理智78，苏米尔理智75。第2天，方寒一醒就给姑姑发了1斤的腐肉。我说方寒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，就1单位你就不能多给点？对于这话，方寒并不感到意外，他就是尖酸刻薄代言人，拿着别人给的东西反而嫌不够，仿佛天生人家就欠他的一样。我带着极度委屈的哭腔发了句语音：对不起啊，姑姑，我没用，只搞到了这些肉，我自己1块都没剩，全给你了。苏米尔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也是不免吐槽：好家伙，学长没拿个影帝真是可惜了。行吧，算你有心了，下次要是还有多给我一些。对了，你这肉怎么叫腐肉？还是黑色的？是这样，姑姑，腐肉就是放了2天的肉，放心吃，我放了几天都舍不得吃的，现在都给姑姑你吃了。姑姑闻言也是放心下来，那行吧，那我先吃了，以后有肉第一时间记得给我。结束后，苏米尔捂着小嘴轻声笑起来：学长你好坏呀！我一把抱住苏米尔，凑近耳旁轻声道：还有更坏的。苏米尔耳根一红，轻轻推开方寒：好了，起床了，我去做饭。对了，学长，土豆似乎好了，要扯几个吃吗？我一会出去扯，你看看屋子周围还有猎犬不？学长没问题，那些猎犬似乎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似乎放弃了攻击我们。我随后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快速拔了一些土豆，留一些继续生长。学妹快用土豆炖肉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我随后便开始了腐肉买卖计划，因为阿三国的人并不抗拒腐肉，方寒很快便卖了出去，交易成功获得木头60。目前除开修复木屋跟生火的木头还剩余230单位，距离1000木头还有几分遥远。这时突然注意到一条消息，怎么还有人组建协会？信息中有很多协会在招人，而且还有入会门槛。翻看之下，大概有几个协会稍微有点意思。夜色协会，加入我们协会吧，每天都有真人小姐姐直播。明星协会，这里有各种出道的明星给你唱歌。这些协会是把有实力的人都集结起来，然后强联合产生更高的价值。我看着储物栏的腐肉也是不禁思索起来，如果交换对象的木头足够丰富，那我能换到的木头也更多。毕竟一次换5个木头是一次交易，一次换100个木头也算是一次交易，自己当然要找需求量大的人去换才对。方寒想了想，决定找一个协会加进去。苏米尔此时悄咪咪出现在方寒旁边，方寒自然想加一下夜色协会，那么多能歌善舞的小姐姐谁不喜欢？就在我准备加入夜色协会的时候，耳畔突然传来一声冰冷之音：学长，你要是加了夜色协会，我以后就不跟你贴了。我一激灵，连忙打开了解密者协会。胡说什么呢，学妹，
我刚只是不小心点错了而已。我要加的是解密者协会。苏米尔目光阴冷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，学长？”当然了。听到这，苏米尔立马恢复了和煦的笑容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学长专一。我一本正经的连连点头。学长真好，一会儿我亲自喂你吃土豆炖肉。随后苏米尔继续去做饭，我也是吓出一身冷汗。没想到苏米尔还管得挺严的，难不成跟理智的减少有关？苏米尔一边撒着盐，一边在心中质问着自己：为什么我会吃醋？难不成我真喜欢上学长了？方寒这边已经成功加入解密者协会，我来瞅瞅这些家伙说什么。解密者协会目前只有100多人，协会会长是夏国一个警察。按照他的介绍，他原本是夏国的破案专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司空兰，大家都是比较有能力的人。这个协会大家可以作为资源交换平台，也可以作为攻略平台，欢迎大家提供关于有用信息，请不要闲聊。我直接发消息问道：请问有没有关于这次副本通关的线索？群中一个助理立马进行了回复，关于目前的一些资料都在公告里。30天通关条件并不难，据了解很多地是没有地穴人的，还有地方天气极端猎犬行动受阻。平均来看，木屋每天顶多损耗10%，30天也就是300，所以很多人只需要210单位的木头就能够30天。猎犬杀的越多，估计评分会越高。教堂上的肉球推测是最终 BOSS， 但是一定要小心，一个教堂范围会有3组玩家，周围有玩家可以联系他们一起合作。那颗肉球内的轮廓，据我观察是一个狼人，或许最终的目标是斩杀他。我看完一脸懵，不知道这个司空兰是怎么进入教堂的，看来他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不过我周围居然还有2组求生者，看来他们应该是在教堂的背面了。我一顿翻找之下，在聊天界面找到一个附近，看着窗外的狗舍，我决定联系一下，看看是否能联手通关。很快一对回复，他们此时根本不敢出门，毕竟冒险不是人人都敢。另一组却有不同的想法，你的想法很不错，或许我们可以联手获取更高评分。根据聊天得知，第一个队伍是2个男人，这可得多留个心眼，毕竟2个男性战斗力肯定不弱。而另一组是一对姐弟，姐姐上高3名叫林雪，弟弟高1林阳。庆幸的是这2组求生者都有些东西，木屋升级了也并不缺吃的。学长，这2个孩子太单纯了，居然敢直言不讳的说年龄，这不是摆明让人抢吗？此时林雪在群里问道：我跟我弟弟存了很多果子，你们有肉吗？我想换一些。我回复肉不多，只能等明天刷新交易次数。经过一番交流达成合作。与此同时，教堂背面的一处木屋内，2个浑身长满横肉的男人正在一起商议着什么。我们先假意合作，对方是4个小孩，其中还有2个女性，等合作通关后就把他们抢了。而且我还有小刀精通的天赋，嘎他们不是男士。方寒此时也有自己的考量，那一对姐弟要么真单纯，要么是骗人，但是那一组男性肯定要提防。学长，咱们去猎杀猎犬吧。那教堂的眼睛似乎消失了，我去真没了，要不咱们尝试靠近一下。2人俯着身体朝着教堂走去，身旁还有黑牙猪以及白牙。不过走了没多远就被猎犬发现了，2人立刻转身逃跑，不料又被前方猎犬包围，一番缠斗，2人只好返回木屋。我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想破脑袋都不知道那司空兰到底怎么进去教堂的。或许和学长猜测的一样，他应该有某种天赋才对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解密者协会更新了公告，我已经找到了大家通往教堂的方法，只要猎杀一定数量猎犬时，便会掉落一把钥匙，拿着钥匙就能进入教堂，并且猎犬不会攻击手持钥匙的人。这条线索对于方寒来说格外重要。此时一个瘦弱女人从床上爬起来，看起来很疲惫，还好今天的2次推演有所收获，不然就又得等到明天了。男人关心道：蓝妹，你不再睡会儿？不必了，我已经将消息公布出去了，咱们也得快点猎杀猎犬，早点获得钥匙。方寒在得知司空兰的消息后，就开始清剿木屋附近落单的猎狗。对于双头猎犬，我还是见到就跑的，那玩意儿不太好打，毕竟2个头，砍累就吃2颗土豆炖肉。此时我用5单位的牛肉给姐弟俩交易10个火龙果，吃一个吧学妹，吃点水果能让皮肤变得更 Q 弹，还能换换口味。苏米尔接过火龙果咬了一口，学长，这个火龙果真不错，饱满多汁。我看向苏米尔微胖的上半身，微微脸红，确实很饱满多汁，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好不好种植。可以种植，火龙果的籽有几率长出新的植株。我随后将火龙果籽种到魔法土地，希望能长出新的植株来。火龙果不仅甘甜倍大，而且吃了第2天上厕所绝对很顺，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对了，土豆或许也可以拿来交换。我打开交易频道，有人需要土豆吗？拿石头或者木头换。不多时，一堆消息轰了过来，而姑姑已经发了99加的语音过来。我清楚60秒是系统的极限，不是姑姑的极限。我当即给她回了过去。姑姑，想不到你这么关心我，连着发了这么多语音信息啊，要不再来一块儿？随后立马将其屏蔽，接着打开求购土豆的消息，找了一个有想拿石头换的聊起来。你有多少石头？兄弟，我这边是一座矿山，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，只是得去开采就是了。我略微一愣，好家伙，你运气不错啊！石头哥叹了口气，有单一的石头也没啥用，不知兄弟你的土豆怎么换？土豆是可以种植的，可以作为种子，这样就能得到更多土豆，所以1颗土豆换20个单位的石头。石头哥略微思考答应下来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要换5个土豆，我这边给你100单位石头。交易成功，方寒开心不已，100石头到手。见石头哥那么爽快，方寒将石头哥添加为好友，以后有需要继续交易。石头哥爽快答应，毕竟目前双方都有所需，长期合作也是必要的。只要有足够多的土豆，换到1000单位的石头早晚的事。早上听着猎狗挠门，方寒则一脸淡定吃着土豆。学长多吃点，吃饱了就有力气杀猎犬了。说到吃，苏米尔这才想起一件事，白牙还没喂呢。我从储物篮拿出几块肉丢给角落的白牙，黑牙猪发出哼哼的声音，似乎在说猪不是人啊！哎我去，雇佣过来的家伙还得喂饱，还好这家伙连腐肉都吃，也不知道还得嘎多少猎犬才能获得钥匙。按照司空兰所说，消灭猎犬就能获得通往教堂的钥匙，但是已经嘎了50多只了，连毛都没见着。这个消息也告诉附近2队玩家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不断的斩杀猎犬，打几只就往回跑，交易也从未停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林雪发来消息，大哥哥，我们已经获得钥匙了。这话让我一愣，我连钥匙的影子都没看见，对方怎么就获得了钥匙？
匙，啥玩意？你们怎么这么快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似乎是看几率报的。不过这钥匙有说明，凡是选择进入教堂的求生者，生死勿论，要么死要么活，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逃生。我想了想，这意思也就是进入教堂的只能通关，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谢了，等我报钥匙我再联系你们。虽然对方报钥匙报得早，但是自己消灭的猎犬这么多肯定有用，就算后面一起通关，自己的评级肯定也是最高。接下来我依旧带着白牙和猪一起战斗，战斗持续了很久，也干掉了不少猎犬。我真服了，怎么还没报钥匙？就在吐槽之际，一只猎犬猛扑过来想要咬我，我一斧头下去，随后一把金色的钥匙终于出现。方寒也是一喜，刚说完就来了。接下来就等最后一组求生者回到木屋内，我开始清点物资，木头400，石头300，肉类600，腐肉200单位。学长，咱们距离升级木屋又近了一步呢。没错，这2天就待家里就行，等最后那组得到钥匙，我们就一起去教堂。苏米尔有些担心，你说咱们能平安出来吗？我摸了摸苏米尔的头，当然没问题了。如果难度真那么大，那就没必要存在了。这2天我们就恢复好状态，按照方寒的推断，以及在世界频道中聊天所得，自己的实力应该能排得上第1梯队。如果自己都无法通过，那这个教堂还真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下一集且看我们如何进入教堂。学妹，我们采点辣椒做成辣椒面吧。苏米尔直接拿出一大把干辣椒面，我去，学妹你啥时候准备了这么多？这几天没事就弄了一些。我将辣椒面分成2份，准备卖一部分，对于喜欢吃辣的人肯定能卖个好价格。我打开了交易界面开始询问，很快就有几个人联系了我。兄弟，辣椒怎么卖？10单位的木头换10颗辣椒面。我知道这个价格是血赚的，可这混沌星辣椒堪比黄金。对面犹豫片刻，开始了讨价还价，便宜点呗，你这辣椒面又不是金子，10单位的木头就换1小撮，我也懒得去掰扯。辣椒面可是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，这儿可是混沌星。沉默片刻，几人不约而同的要换，交易成功，获得木头40。此时苏米尔端来了炖好的肉，学长先吃饭吧。不得不说苏米尔真的挺贤惠的，颇有几分贤妻良母的风范。浓汤牛排炖土豆加上少许的盐和辣椒，要是谁娶了学妹你，绝对血赚啊！长得好看不说，还这么贤惠。苏米尔顿时小脸一红，真的吗？我就是这样想的，可惜我太穷了，没车没房。苏米尔看向方寒，如果有人能跟我一起去吃路边摊，陪我去买打折的衣服，只需要陪着我，哪怕他很穷我也愿意，穷也可以过得很幸福。我愣了片刻，没想到苏米尔是这样的想法，或许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吧。学妹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好好的活着，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为你争取。苏米尔心头微微一暖。夜深，我将苏米尔抱在怀里，他也已经习以为常，只要手上的动作不太过分，他都不会反对。我也知道苏米尔还没准备好，自然不会自讨没趣，索性就在其他地方摸索，只不过有时候压不住枪，有些痛苦罢了。苏米尔突然将脑袋凑到方寒跟前，学长又有什么坏心思了吗？我没有说话，转而将苏米尔紧紧抱住。放心吧，学妹，我能控制得住自己。苏米尔也是很想帮助学长，可不知道该怎么去帮，目前还没有现身的想法。万般纠结之下，苏米尔脸色涨红起来。学长，我会帮你的。接下来内容可在小说观看，由于大家都不喜欢，我为大家直接跳过。这一晚2人睡得都格外舒服。好几天过去，人都等妈了，那2个家伙怎么这么慢？还没找到钥匙吗？黑牙猪都已经回家了，苏米尔则是在白牙的护卫下给蔬菜浇水。那些猎犬对小木屋的进攻欲望早就大大降低，打又打不过，骂也没白牙骂得脏，然后他们还毫无办法。就在这时候，信息来了，小兄弟，我们也开到了钥匙，现在大家都有了，一起进教堂吗？我听到瞬间就精神起来，我们各自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中午准时出发前往教堂。3队达成约定。此时刀疤男擦拭着手中的小骨刀，把刀收起来，先用斧头好了，你有小刀精通的天赋，暂时不要暴露，等待时机再出手。那群家伙绝对想不到，早在6天前我们就已经得到了钥匙，要不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也不会拖这么久了。快将木甲穿好，等关卡一过就把他们抢了。我将武器食物都放在储物篮中。学长，那几个人值得信任吗？放心吧，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信任他们。苏米尔略微愣了一下，不愧是学长，那教堂我们单独前往肯定危险，但若是有人给我们探路，那肯定更好。而咱们的底牌还有变异药剂，以及我的肾上腺天赋，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这一番分析让苏米尔也放心不少。好了，出发吧。另外2组想必已经出发了，一出门周围的猎犬纷纷围了过来，我立马拿出钥匙，猎犬奇妙的纷纷散去。这司空蓝果然有点东西。苏米尔在一旁冷不丁的来了一句，看吧学长，还是这个协会有用，比那什么夜色好多了。当然了，夜色其实也挺不错的嘛。我捏了捏苏米尔的脸蛋，你说的都对，没想到你还是个醋坛子呢。苏米尔一口咬住方寒手臂，我立即服软认错，别咬了学妹，错了。一番小打小闹后，2人已经来到了教堂前方。天空中几只乌鸦飞过，大门外3组求生者已经聚齐。我叫刀疤，这是我同伴胖子。哥哥好，我叫林雪，这是我弟弟林阳。方寒也是自我介绍了一番，不过刀疤男的目光一直在苏米尔身上。苏米尔感受到目光往我身后靠了靠，我刚准备开口呵斥，却被林雪的开口打断。既然人都齐了，咱们快进去吧。刀疤男应了一声去开门，我没有再说什么，不过心里已经下定决心。刀疤男侵略性的目光已经宣告死亡，而且这组人肯定会仗着体型抢劫。众人刚走进教堂内，门却突然间就消失不见，变成一堵墙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别怕，或许只有通过这副本才能出去。就在这时，所有人的脑海中收到一个讯息：您已选择挑战狼厨，失败就会死亡，逃出则有丰厚奖励。当狼厨靠近你时会触发心跳，被他的攻击击中3次会进入震慑状态，届时你将会被挂上屠宰钩，若是无人救援会失血过多而死。奔跑吧兄弟，拿到5把钥匙开启大门逃出去。人类无法对旧日的支配者造成伤害，且你的宠物无法带进去。羚羊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这他喵的跟我玩第5人格呢。我跟苏米尔也是反应过来，这和游戏似乎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里会死人而已。此时6个人的心脏正散发着红光。羚羊忐忑道，这是不是代表有东西在接近咱们？这像不像咱们玩的第5人格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方寒赞同道。羚羊立马
马激动起来，那还等个锤子，赶紧跑吧！一番商议，6人决定分成3组逃跑。院子内部的环境很是阴森，我带着苏米尔朝着灶台那边跑去，每个上面还有一口大锅以及调料。我们决定先找钥匙。就在四处乱窜的时候，心跳越来越快，并且散发的红光也越来越清晰。经常打游戏的兄弟肯定知道这意味什么，完蛋了，那玩意儿朝我们来了！2人立即躲在灶台旁边蹲下。这时候心跳得更快了，我只能将手抱在胸前挡住红光。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从耳边传来，一个拿出菜刀、头上戴着厨师帽的狼人从灶台这边经过。灶台的高度挡住了2人，倒是没有被发现。苏米尔趁机发动鉴定，战将级狼厨，参与混沌猎场的猎者之一，每次抽刀后会短暂进入收刀期。狼厨无法跨越障碍，但是会从小于120度的任何夹角偷袭你。当你被挂死，你的身体会成为他的菜肴。此时的狼厨朝着远处走去，我也是松了口气，既然要找钥匙，说不定会有类似电击的东西，也说不准。苏米尔对这一想法也非常赞同。2人抬头看向天空，在前方一处倒塌的墙壁周围有一根石柱，同样的石柱还有好几根在远处。通过群聊交流，我将这个信息告知了另外4人，目前都是队友需要合作，因此这样的关键信息必须得说。刀疤男2人组有些懵逼，羚羊姐弟对这一切接受得很快，毕竟羚羊姐弟玩过游戏。就在这时候，刀疤男2人的背后墙角正在发生变化，墙体形成的夹角只有90度，满足狼厨的技能发动条件。2人的心跳在这一刻仿佛要爆炸。刀疤男扭头一看，差点吓个半死。狼厨在他们身后张着大嘴，我操！刀疤男大叫一声，立马转身想跑，可下一刻狼厨朝着他就是一刀，刺来一声，背部直接出现一个大口，他的理智也在这一击下减少了1/3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刀疤男猛地跑起来，想要甩开身后的狼人。狼人在攻击过后，将刀上的鲜血舔舐干净，随后才开始上前追赶。狼厨很快朝着刀疤男走来，但是移速基本上属于慢跑，并且速度根本不会锐减。玩家这边的速度并不是固定的，只要全力奔跑就能甩开狼厨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狼厨可不会疲惫，而且狼厨很聪明，他为了防止被人换着溜，所以他始终只认准刀疤男一个人追。刀疤男时不时扭头看去，简直都快要崩溃。刀疤男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你妹啊！为什么就只追我一个？”我和苏米尔明白规则，开始破译密码。此时的刀疤男正朝着灶台区域跑来，一个跨越翻过了灶台。由于狼厨无法翻越障碍物，因此只能从一旁绕过来。马上追上的时候，刀疤男再次翻过，他已经挨了2刀了，再挨1刀就会晕厥。狼哥别这样啊，我也没有急支糖浆啊！我看到赶紧加速破译密码。妮子，没想到你破密那么有天赋呢。苏米尔微微一笑，学长快加油吧！不远处的刀疤男看见2人气得直骂娘，我真服了你们2个小鬼，老子被追得团团转，你俩居然在那谈情说爱。与此同时，羚羊姐弟也在另一根石柱破解，随着最后一个密码轮转对了位置，整个石柱震动起来，缓缓下沉。随后一把钥匙出现，2人拿到钥匙立刻下一根石柱，若是拖的时间太长，狼厨只会将众人干掉。方寒此时也成功拿到一把钥匙，接着朝着下一个地点跑去。此时的刀疤男突然手臂一软，狼厨一刀将刀疤男抽倒在地。此时的刀疤男理智只剩下10点，整个人晕乎乎的。紧接狼厨将他带回教堂，整个人挂在锋利肉钩上。刀疤男彻底慌了，大喊救命！此时的狼厨犹如升级一样，加速朝着姐弟俩跑去。姐，狼来了，快跑！林雪也是吓了一大跳，我去引开那家伙，你继续破解。林雪则根据红光的强弱朝着狼厨方向跑去。蠢狼来抓我啊！呼喊很快吸引了狼厨的注意力，不过狼厨却没有上钩，而是快速的朝着羚羊奔去。羚羊也是吓了一大跳，我操，怎么冲我来了？羚羊拔腿就跑，可速度变快的狼厨根本不给机会，一个闪身来到羚羊前面刺来一刀。羚羊一边跑一边联系方寒2人，哥，快去补密码，东侧就差3个密码了。我收到消息立刻靠拢过去。此时胖子气喘吁吁的跑到教堂门口，累死我了，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看见胖子到来，你妹啊胖子，快救我下来！胖子抱住刀疤男脱离了屠宰沟，脱离的那一刻，一只红色眼睛突然出现在胖子脑海，理智直接掉了1/3，而得救的刀疤男理智恢复了1/3。刀疤男跟胖子开始往外跑去，2人知道现在只能拿到钥匙通关，搞到钥匙再阴那几个小毛孩。此时的狼人死追着羚羊，这样下去一定会被追上。他一边跑一边回头观察，狼厨的攻击有前摇的，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躲开。待到狼厨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一个抬手动作刺来一刀，羚羊快速侧身躲开，紧接着拔腿狂奔，脸上满是兴奋之色。我可真是个天才！可下一刻阴冷从背后传来，那狼厨居然在短时间内再次逼近。我的姐啊，这狼人玩不起啊！狼厨快速一刀斩在了羚羊背上，此时的理智也掉到了1/3，现在再挨1刀就可能进入晕厥，必须得秀起来给大家争取时间。前方的障碍物是一些栏杆，现在只有靠这个障碍给大家争取时间了。接着一人一狼便开始不断的追逃，但是很快就开始疲惫。羚羊通过意识操控打字问道，得知在破解第5把钥匙也放心不少。最后一番，羚羊的胳膊一软，居然没有翻过去，狼厨立马跟上去就是一刀，羚羊顿时被击晕倒地。但是狼厨并未急着挂屠宰钩，反而是看准还立在高空的石柱。由于这个副本内容繁琐，大家可以观看原文。下一集直接从逃出副本开始。就在狼厨一刀砍向苏米尔的时候，一只巨大的双刀螳螂赫然出现，嗡的一声，狼厨惊诧的扭头看去，但他还在冷却。螳螂发出怪异的叫声，给我死！手起刀落，榔头干净利落的掉到地上，重新化为人形的方寒胆战心惊。既然人类无法对你造成伤害，不好意思，老子可以不是人。随之而来的是一道
提示1：恭喜通过副本，您的小队评级为 SSS。由于在该副本达到最高评级，您的双人小队恢复全部理智。听到消息，我一脸兴奋，太爽了！我倒要看看拿命换来的奖励有多丰厚。林雪跟羚羊身后的屠宰狗也随之消失。恭喜通过副本，您的小队评级为 S， 恢复1/3理智。方寒的计划真的成功了，偷袭到老六郎才是首选。事后想到那2个家伙，方寒就气得牙痒痒。我们辛苦打开的门，他逃出去勒索我们，等着吧，看我怎么让你们见阎王！刀疤男跟胖子则是获得了评级，奖励基本上是一些资源以及肉类，另外还有1把 A 级武器。走，赶紧找，天黑前最好能找到他们的木屋。此时教堂已经开始消失，方寒4人此时非常兴奋。SSS 奖励已下发，获得绵羊幼崽1，永久性狼化药剂1，获得下一次灾难信息预知通道，获得铁矿石铜矿石石，获得3S 级武器图纸1张，当前阶段最高的武器等级，获得生肉木材石头个300，获得随机 S 级武器1把。这样的奖励通告听得实在是太爽，可是还没听够就没了。苏米尔在一旁捂嘴轻笑，学长你可真贪心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羚羊更是一脸的羡慕。林雪揉了揉弟弟的小脑瓜，要不是方寒哥哥，咱们可能都死了，更别提奖励了。闻言，羚羊也是开心起来。说到这里，羚羊立马拿出3种资源各50单位送给方寒。方寒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说着，羚羊就将资源放到草地上。我回过神来开口道，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自救，我就拿一半吧。这2个小家伙这么懂事，全拿了不太好，但是不拿吧也不太好，索性就拿一半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方寒按耐不住查看刚获得的图纸 ，SSS 级图纸 S686 霰弹枪 ，S 级武器军工铲1把。我勒个豆啊！霰弹枪的威力就不用说了，这可是众生平等器，军工铲也是户外生存必备工具。S686 制造需求：金刚5木头1火药5柱，喷射型武器，最大杀伤力范围为10米，超过10米则威力逐渐减弱。附赠12支 A 子弹生产图纸，1份钢流黄火药桶可生产10发。羚羊获得的 S 级图纸是复合弓 ，A 级武器是1把水果刀。这时林雪抬头看向我，方寒哥哥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到那俩货气的不行，先去干掉那2个家伙再说。听到这话，林雪跟羚羊不免担心起来，那可是2个成年男人，真的打得过吗？而我非常有信心，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绿色药剂，永久性狼化药剂，使用后你将永久获得狼化的能力，助变身后每分钟掉10点理智，请保持你的理智，不然你会迷失，彻底变成嗜血的狼人。苏米尔担心道，学长不会有问题吗？没事，这上面不是说了吗？只需要保持理智不掉完就行了。目前方寒的理智已经被回满，想清楚后，我直接一针扎在了胳膊上，一股信息涌入脑海，狼化后的攻击不管是何种伤害，都会斩掉对方30点的理智，而且还有一个关键信息，那就是在满月状态下，狼化的方寒不会掉理智，并且身体会获得自愈能力。苏米尔眨着大眼睛看向方寒，学长你有什么感觉？比如说全身燥热、想脱衣服之类的，这妮子都是从哪儿看的极品小电影？走吧，妮子，去找那2个家伙算账。可是方寒哥哥他们会去哪儿？我略作思索道，他们既然想要资源，肯定会去咱们的木屋搜刮一番，咱们这就回去，说不定能遇上。很快几人来到木屋附近，刀疤男跟胖子正拿着大石头使劲砸门。苏米尔气愤道，他们这是找死！白牙去，从侧边的森林绕他们后边去。胖子跟刀疤男依旧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木屋，2人很快注意到4人，随即丢下石头，眼中满是凶狠。这群家伙居然还能活着出来，咱们2个成年人对4个小娃娃，况且劳资还带天赋。说着，刀疤男耍着手中的短刀，想当年劳资也是道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胖子有些疑惑道，后来呢？后来被一个叫羽将军的真实了，差点被挑了下线。好了，别提了，准备收拾小屁孩吧。方寒已经算好，此时的刀疤男他们理智并没有恢复，妥妥的一刀斩。很快几人来到木屋前，刀疤男也是眼都不演了，直勾勾地盯着苏米尔看，甚至还舔起了嘴唇。呦，胖子更是一脸的猥琐。方寒目光阴冷，学妹别生气，一会儿有的是苦头给他们吃。听到这话，刀疤男轻蔑地笑了一声。胖子一起上，他们通关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，小子，你要是乖乖把好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下手轻一点。好啊，好东西是吧？那就拿出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大宝贝。狼化变身，下一刻方寒直接变成狼人，这一幕把2人吓尿了。方寒没有废话，嗷呜一嗓子立马冲了上去，刀疤男只能硬着头皮上，狼人身躯轻轻一跃躲过，随后抬起大爪子就是一下，刀疤男直接被一刀斩，恐惧震慑，当场晕厥倒地。胖子此时正朝着苏米尔冲去，想要挟持苏米尔保密，突然一道白色身影一口咬住胖子，锋利的尖牙狠狠地刺入胖子的胳膊，接着方寒立马上前，再次挥出一爪，胖子当场昏厥倒地。方寒立马解除了狼化状态，我们把他俩搜刮一番，然后再丢到地穴人的洞口吧。3人非常赞同，很快几人就把刀疤胖子送到洞口，就这儿吧。这个洞口又大又圆，地穴人很快发现了大肥肉，一把抓住了胖子的身体，一点点的被往下拽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清醒了过来，但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往下坠。刀疤男苦苦哀求起来，救命小兄弟，我错了。苏米尔冷着脸，没有一丝的同情。刀疤男哭得梨花带雨，苦苦哀求，姑奶奶。话未说完，他直接被拽了进去，只撂下一句狠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姐，还好这家伙喊的不是灰太狼的台词，不然我还真怕他爬回来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吧，以后还有机会再合作。羚羊开心的握住了方寒的手，狼人大哥，下次再变给我瞅瞅呗。苏米尔捂嘴轻笑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下次有机会让大哥哥变给你看。走吧，学长回家。回到木屋中，方寒开始清点资源，真是没想到这2个家伙居然这么穷，居然只有3把武器以及一点点的资源。别灰心，学长，他们应该是把物资都放在了家里，不然不可能就这么点。学妹说的有道理，明天去找找他们的木屋好了。到了晚上，屋里小锅炖着肥牛汤，香味溢满了整个房间，好香啊！妮子，你放了啥？被夸赞的苏米尔心中很是高兴，是找到的一些调料，类似八角、桂皮之类的，而且还有一种可以去腥的藤蔓。快吃吧，学长，今天也够凶险的了，差一点咱们就回不来了。苏米尔此时还有点后怕，
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是天意，要不是当时碰见那螳螂，我们现在也不会坐在这吃饭了。现在想来，祸福相依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。对了，学长，咱们获得的那个灾难预知你看了吗？方寒取出灾难预知信息，上面还写着一行字：凛冬将至，寒潮将在20天后到来，届时气温将来到-35度到55度左右，请做好准备。方寒懵了，什么鬼的寒潮？苏密尔也是一脸错愕，居然还有寒潮？不是吧，这可咋整？我们现在吃饭都勉强，还得应付寒潮，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得干了。目前的资源还无法将木屋升到2级，不过也快了，明天再去把刀疤男的木屋搜刮一遍，说不定就差不多了。2级的木屋很可能就可以开始制作武器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虽然目前有天赋，但是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，有一把喷子傍身，面对一些强大的野生生物才更有底气。可是学长，我们该去哪里找吃的？寒潮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到时候可得多囤积一些吃的才行。方寒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，那群牛还在不在那里是个未知数，就算在那里，现在的野牛应该也已经被污染了，毕竟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吃了那么久被污染的草，野牛们的身上不太可能还有干净的肉，估计全是腐肉。不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两个今天快休息吧。说完，苏密尔脸渐渐红了起来。学长真讨厌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就开始思考起来怎么度过寒冬。学妹，你说19天咱们怎么分配比较好？苏密尔略微思考，差300木头和400石头交易，怎么也得10天，还剩下9天时间，需要去寻找取暖物资以及食物。目前两人的肉还是充足的，先去找一些保暖物资吧。我记得刀疤男应该是从西北方向来的。两人很快来到了更加贫瘠的荒原，远处一座小木屋非常显眼。学长，你快看，那应该就是2个家伙的木屋了。二人立马跑到木屋边上，我抄起斧头直接砍向大门。苏密尔在一旁给我加油打气，我嘎嘎有劲，3下5除2就把木门干开了。妮子，我去翻他们的灶台，你去翻翻其他地方。2分土匪式的翻箱倒柜，最终倒也是有所收获。木头50，弹头20，竟然还有50单位的小龙虾，并且还是活的。我去，这2个家伙从哪里搞来的龙虾啊？而苏密尔在床底下找到了数根鱼竿，这下倒是清楚了，那这附近应该有湖泊才对。学妹，咱们去找找，钓一些小龙虾回去。好呀好呀，我可喜欢钓龙虾了。我让小麻雀去寻找附近的水源，不到5分钟，小麻雀成功找到。二人兴奋地来到湖泊边上。学长，这水好浑浊啊。没事，这就和黄河一个道理，咱们去钓龙虾吧。那2个家伙钓了这么多都没事，应该没问题。弄好钓竿的方寒搬了个石头坐在旁边。好了，等有动静拉上来就行。苏密尔环顾四周，没有第2块石头。学长，我没地方坐了。我拍了拍自己大腿。苏密尔虽有些脸红，但是慢慢坐了过来。等待的时候，咱们可以交换一些资源。好的，学长，那我看着钓鱼竿，你去大厅聊聊好了。我选择在自己班级的频道询问，有人需要小龙虾吗？提供木头跟石头可以来交换。这话一发出去，有人就坐不住。方寒，小龙虾你哪儿弄的？兄弟，你这什么狗运？我他喵还在吃草根呢，你就已经开始卖龙虾了？有没有人换啊？一只虾换5个单位的木头。班级群倒是有土豪，班上的胖子突然蹦出来，我有100单位的木头，换20只虾。随着2人确认无误后，交易成功。目前木头已经来到了890单位。我饶有兴致地问道：胖子，你不打算升级木屋了吗？升个鬼啊！胖爷吃不饱还说那些干嘛？哦对了，你队友是谁啊？也就是咱们的英语老师。我去你逆徒啊！胖子嘿嘿一笑，还好还好，也就是每天晚上要晚点睡。和胖子掰扯了一阵子，我便跑去找石头哥换石头去了。方兄可算等到你了，我今天还剩下一次机会，快换点肉吧，馋疯了。得知石头哥攒了200单位石头，我也是非常心动，200单位我全要了。你看你要肉还是虾吧，或者蔬菜，价格好商量。石头哥异常兴奋，好好好，你还有虾，那都给我来点吧。最后一合计，方寒决定用20只虾10单位牛肉以及5颗辣椒面来换。石头哥的资源很适合同自己互补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也是有必要的。石头哥也很是满意，兄弟够意思，2人交易成功。对了，石头哥，你附近有没有铁矿石、硫磺、铜矿之类的？目前倒是没发现。石头哥表示会留意一下。接下来又是找淡水哥换了一些淡水。此时突然一个想法从脑袋里蹦出来，方寒想了想，决定组建一个群聊。胖子强壮砍树是一把好手，石头哥石头多，淡水哥不愁水喝，自己这边则是有大量的肉。至于羚羊、林雪姐弟，以后外出打猎也是不错的帮手。想清楚后，我果断拉了一个群聊，改名牛马小分队，大家都是有实力的求生者，创个群聊方便大家交易。大家好，你们可以叫我胖子，我除了木头其他啥都缺，都可以找我换。几人纷纷开始介绍自己优势，到了林雪却一脸懵逼，艾特方寒，我们有啥？我立即回复，你们跟着我打猎搞肉。关闭了聊天界面，苏密尔此时已经收了不少龙虾。学长你看，我钓了满满一锅呢。方寒顺势看去，只见砂锅里面全是龙虾，但是有一些尾部呈现黑色。妮子，你把那些颜色深一点的龙虾鉴定一下。红里透黑的大龙虾，烹饪后食用可以恢复0.5理智；普通龙虾食用后可以恢复0.1的理智。哇塞，学长，这些龙虾可以恢复理智癌？苏密尔惊喜道，吃10只龙虾就能恢复1点理智，如果吃的是大龙虾，10只龙虾就是5点。收好了带回去吧，到时候没吃完将它们养起来。就在两人继续钓龙虾的时候，一道提示弹了出来，白天剩余时间3小时。方寒2人不敢再贪，目前龙虾已经有102只了。哇塞，学长，这次咱们收获颇丰啊！是啊，快回去吧。回到家后，白天还有1个小时，方寒决定在木屋的右侧挖一个水坑，可以养小龙虾。学长，我记得龙虾会打洞吧？到时候不好捉啊。没错，这点我也知道。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有2个了，第一呢就是水坑的储水问题，第二就是如何防止龙虾打洞。这2个问题请教胖子就行了，胖子家里本就是养殖龙虾的。挖好坑，两人回到木屋中，苏米尔去做饭，一会儿吃完了我洗碗。于是方寒便开始向胖子学习龙虾知识。胖子也是很够意思的，龙虾并不会随便打洞的，外界温度过高才会打洞避暑，如果温度适宜就不用担心。土坑渗水，将水坑周围的泥土进行捶打，让它们更加的凝实，还可以采购荷叶之类的大片叶铺到坑中，铺好后再往上面铺一层泥土，然后再进行捶打夯实。讲解一番我总是听明白了，不过我没有荷叶啊。胖子嘿嘿一笑，找
找我呀，我有。好，合着让我买你荷叶呗。方哥，咱们互帮互助嘛，毕竟我们都属于牛马小分队的人，你说对吧？明天你多准备一些，差不多30片才够。胖子听到这话也非常高兴，不过价格方面只需要2单位的肉。吃完饭，牛马小分队闲聊了起来。石头哥说道：“胖兄，想办法把池塘的水放干，说不定里面有泥鳅还有大鱼呢。这池塘有不少好东西，也尝试过钓鱼。好家伙，差点把我人都扯进去。”就在大家讨论正欢的时候，林雪惊恐的在群里发了一段语音：“救命啊，哥哥们！我跟我弟弟刚刚砍树回来，遇见了原始人。我去，你们没被发现吧？那玩意儿吃人吗？没有发现我们。我看见他们抬着一只野猪。”随后林阳发了一张照片在群里，方寒提醒道：“妮子鉴定一下看看，食人族，嗜血残暴的恐怖直立猿，最爱吃有味道的肉食，不要被其抓住，否则你会被他们残忍分食。我去，这么吓人，还真的吃人啊！”